们，大家好，今天是3月3号，礼拜二，欢迎来到2020年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第3站浪漫台3线站。我是今天主播孙传贤，在我身旁的是这一次的赛评张佑生张老师，孙哥早安。传贤早，各位观众大家早。是，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浪漫台3线哦，也算是这个环台赛非常重要的皇后战呐、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结局或者是很重要的衣服会在这一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比拼。没错，当然目前这个大家最关心的中华队的冯俊凯，现在是亚洲蓝山啊，而且总排名在第2位啊，等于说是黄山候选人。是，而且跟黄山的距离只有11秒的秒差，还是非常有机会来做竞争的。对，而且在他的地盘啊，中间要爬过这个苗栗的仙山啊，哇，这对他来讲算是有一些优势啊。是，这就是要看老司机的这个带路功力了。好，那现在呢，在我们的这起点这边呢，有非常多的表演活动正在进行哦。那也看到了，现在这个是舞狮的表演，是由台湾戏曲学院的学生呢，他们用武艺以及特技的表演，展现运动的力与美哦。那当然，在浪漫台3线的部分呢，今天会一口气经过3个县市，包含了新竹县、苗栗县以及台中市啊。这个3个县市呢，这条台3线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内山公路。那当然会有很多的客家元素在这条路线上面。当然，如果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或者车友有来这边的话，当然可以除了休闲骑乘自由车之外呢，当然客家美食也是少不了啊。谢谢。现在的公开画面就是我们的起点的部分。今天的起点呢是在新竹的高铁站哦。热情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早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检录秀的部分。现在在场上的是这个中国美和居车队哦，他们只剩下4名车手，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受伤啦。对对对，这其实在自由车赛事是非常常见的。对。那当然，大家非常关心的中华队依旧维持相当强悍的战力，希望可以让阿凯身上的亚洲蓝山继续保持，甚至换个黄色，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啊。那就创造一点近年来的最佳成绩的历史。真的。那么原本赛前呢，中华队这个锁定的目标呢，也是要取得单站前3名。是。那当然第一目标昨天已经达成了，所以呢，接下来看能不能就再接再厉，再更上一层楼啊。对，因为其实我如果有看到那个最后阿凯是拼到第2位，因为第3位是刚好是日本人，对，这很关键。好，今天是浪漫台3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条路线呢会经过哪些漂亮的城市。国际自由车环台赛第3站浪漫台3线站，由内山公路台3线串联起新竹、苗栗、台中3县市的客庄聚落。像是在新竹峨眉的12寮湖光村，可以感受到漫漫生活节的艺术景观；在苗栗大窝川龙圳生态园区，能够在山林里的地景艺术之间穿梭。也可以前往狮潭体验一场旧时光的古道之旅，更能到台中东市的大毛埔来趟古朴的水圳探索之旅。充满客家意象的舞蹈，无论是服装或是肢体动作，充分展现客家的多元风情。台3线处处浪漫，邀请您来感受客庄独有的文化气息与丰沛涵养。是这个浪漫台3线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客家元素。那当然就是人家所谓的慢活，在这边的感觉是很舒适的。不过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说，没有慢下来的道理。这个浪漫台3线的玩法可能就是属于休闲期。对。那其实现在台湾的车友也很哈扣哦。那除了什么一日北高，之前的一日北高都是走海边嘛。对。我现在听说有一日台3。这有点，因为台3不只是我们今天比
比赛路线，沿途整路都不好骑对，因为台山其实是整个贯穿整个全台湾嘛，是那当然这一段是特别的美，而且特别有这个客家风情，是，而且一日台山更哈扣的不只是从北往南，还有听说有南往北挑战的，好像比较难骑的。整体来讲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整个台山线特别在北部台中以北的路段哦，它是一个丘陵，是好像类似经过一个小山谷一样的感觉，特别是像苗栗，那从再往北一点的，甚至到桃园这边的两个算是比较高点，所以我们整个路线呢，特别今天这一段这个高低起伏啊，应该是很经典，而且挑战性很高啊。特别是要爬有仙山的上坡，陡下有仙山的下坡，非常的考验这个选手的技巧。好，我们听到了今天的浪漫台山线有非常多的客家元素在里头。那我们稍早有访问到了客委会的副主委杨长正副主委，来说听听他对于今年环台赛的期许。是我们连续第3年哈，在这个台山县哈举办这项比赛。那么这项比赛总共穿越了3个县市15个乡镇啊，我们认为是台湾站里面最漂亮的一站。那路线也是我们精选的哈，经过了台山县上面的古老的这个小镇哈，也经过最美丽的风景哈。那从运动的角度，大概最漂亮的弯道、最挑战的坡度哈，都在这一站里面可以看到。那事实上，经过的每一个点，大概也都是我们认为台山线上面风景最美的地方哈。所以我们希望透过 Eurosport 哈，透过现场的转播，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台山县这片土地的美好。好，在听完了这个副主委对今年环台赛的期许之后呢，我们当然也要来回顾一下昨天非常精彩的第2站的比拼成绩啊。那昨天在这个桃园站呢，到最后关头厮杀的相当激烈哦。没错，经过这个前段的这个兔子在前面，当然尝试突围，而且他们主要本来目标就是这个最后的对中间的这个登山点，对啊，但是这边来讲，真的各种的战局啊变化呢，其实一直杀到最后的脚板山才能够分出来。那当然，对于台湾的车迷朋友来说，最高兴看到的是结局，因为阿凯不止在进攻的 timing， 甚至于最后要冲线的时候是冲到了第2位。如果有仔细看那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尼泊车队的那个日籍车手，其实有一点隐恨的这样的动作。对，中根现在看到冲进终点的呢是莱恩，是，那他是利用下坡啊，最后2公里的下坡段冲出来，那这边是阿凯冲进来，所以你看跟这个中根还有差一点点的差距。你看第3名的是有点小隐恨啊，真的。好，这里是昨天的单站成绩，莱恩是以2小时50分26秒成绩率先进终点，而冯俊凯呢则是2小时50分33秒的成绩。那在整个透过减秒啊状况，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阿凯其实跟现在我们的黄山之间只有11秒的秒差。接下来的是绿山的成绩，在目前绿山冲刺王的领先依旧是100特车队的 Samuel。因为昨天第2站呢，这个山顶终点站是没有给这个绿山积分，所以他算还稳坐这个绿山领先啊。那看到了 Eric Young， 就是我们昨天的黄山哦。其实他昨天是有点辛苦的，因为他出来自己顶峰顶了很久啊，等于说是出来做工啊。对，那成绩也掉到比较后面的位置。而现在的黄山呢，就是莱恩圣乔治队，是澳洲圣乔治车队的莱恩所保持。那红点山其实也是他啦，不过今天因为一个人不能穿2件衣服嘛，所以今天红点山应该是会有这个第2位的美和居车队的选手来代穿这样子。那不过今天红点山竞争会非常激烈哦，看到前3位都是15分，而且阿凯也是有机会。
那冯俊凯亚洲蓝山目前只领先第2位的2秒。中根英登，那第三名是林慕龙，这是第一站的蓝山。如果我们的乡亲所以我们要做这样子的蓝山保卫战，其实这一站也是非常的关键。对，因为后面的选手跟他只差2秒，所以这个差距真的是每一处都是关键啊。对，而且当然这一站我们会把它定位为皇后战，就是表示他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是有非常多决定，然后最后关键的一个地位。那不过今年多了一个高雄站哦。就等于算是有更多的平路赛段，那也有冲刺点，这到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减秒机会了，对不对？但对，没错是这样是没错，但是呢，最重要关键就是真的中间这个仙山的这个坎啊，对，大家这个可以说。从此仙山之后，可能就没什么大的爬坡了。是，那可以说为什么说是皇后站呢？它的重要地位呢，也就是说你过了这一站之后呢，基本上要扭转的话会有机会，但是更困难。所以这一站的重要性呢，就是最高的。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听一听我们昨天各色山、今天领旗山的访问。首先，当然是要来。听听我们的黄山。We hope to. It will depend on the other teams and their tactics, but our tactic today is for a bunch sprint after the climb. So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but we will have to wait and see. 是男人有说到，其实今天要保住这件衣服。I think with Florian and 非常的困难啊 pull it over on the same points, it's those two are highly likely to take out the points. Yeah. 他另外也提到登山网的部分，对，大家也是同登同分，是，所以各种可能都有。就是今天的战局，你要抢绿山，然后要减秒，那是你要继续走呢，还是要回来？这个都是各队要考量的地方。另外一个观察是说，昨天在山路上，他的队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出来，所以没有副将来帮忙的话，今天这个山是需要登山副将来帮忙。是，好，接下来要听听绿山的保卫战。来自于100特车队的 Samuel。 Yeah, there's a tough climb in the middle, but there's a couple sprint points early on, so we'll probably go for those for the jersey and then try and hang on the climb and have a good finish. 其实我们昨天看到 yeah, we have a few options. We have the GC to ride for with George Simpson, and then we have the stage to ride for, maybe with me or also George. So we'll be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and riding aggressive. OK， 他说，其实，在山路他们车队比较辛苦，因为他们很多 GC 型的车。最重要的一句话，黑鹰让的 climb， 爬坡尽量跟住。是。那当然，因为今天他就讲说，前面有几个冲刺点，那尽量跟住爬坡，然后再看终点。那因为他还是车队里面设定的主将 ，GC 的主将是乔治。对，昨天好像乔治也发生一些状况。是。那可能后续呢，他们还是有点希望。不过这个。绿山的这位选手看起来总是神这种感觉啊。这个澳洲来到这边不太习惯哦。美国这边长途跋涉，但今天开始绿山的这个抢的机会呢就会比较多了，因为终点呢有比较大的积分，是，所以呢他确实要先生要挂得住，然后最后才有机会去跟大家一拼。那接下来当然不能忘记我们的亚洲蓝山胡俊凯，那看看今天穿着亚洲蓝山的他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就主要几个路段，然后几个竞争对手，对是个关键。然后在比赛中就是要一直注意情况，因为比赛的变化可能蛮大的，所以最主要还是看我后面的竞争对手就是跟我有威胁的吧，这是第一点。然后再来就是线上的部分，因为其实前10几名的那个秒差还算都是蛮接近的，所以在那边应该会有蛮强的攻击，所以我们要随时保持警戒在那个地方。
今天有很多下坡路段跟 S 型的路段，那你相对来讲，你应该是路段比较熟的哈。那你自己的准备呢？这个路段就我比较熟悉的路段，所以下坡哪一个转弯会是怎么样，我大概都记得很清楚，所以只要不要有被，就是我自己下是没问题。可是你知道公路赛，因为大家一起下，有可能还会被影响到，所以不过我还蛮清楚的，所以应该都还有办法及时反应的。是因为在下坡上确实是还蛮危险的。好，刚才有说到，其实今天除了爬坡决胜之外，下坡的反应也是关键啊。对啊，所以刚刚特写一下他的碟刹，对，没有错。这里是阿凯的地盘，当然，台湾的观众朋友们也希望阿凯能够继续穿着蓝衫，甚至于我们穿上黄衫。对，而且去年的成绩来看的话，阿凯在这一站拿了第13名，那当然。彭元堂是单站第2名哦，是，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以彭元堂他算冲刺型选手，他确实冲刺型选手，如果他扛得住这个山，最后能在集团前面的话，对，然后最后因为还有一段整合的空间，只要能够回到集团冲刺，就还有机会。是，好，说到了老板台3线，我们接下来要看看今天这一个赛段的比赛路线图。2020年环台赛的第3站地名为浪漫台3线站。台3线又称为内山公路，是一条充满客家历史、人文以及产业的道路哦。比赛将从新竹高铁站出发，沿途将横跨新竹县、苗栗县以及台中市。这一站的路线总长度是158.5公里，是今年环台赛距离第2长的赛段。沿途设有2个冲刺点以及2个登山点，分别是仙山的1级坡以及鲤鱼潭水库的2级坡。最后将会抵达终点台中的石冈旅客服务中心。好，从这个画面上可以很清楚看到，在开赛不久之后呢，就会有连续2个冲刺点的竞争啊。而且第一个冲刺点就是昨天提到，就是它离出发点不远，大概是在40公里。所以呢，整个来讲，大家的防守的状态，也就是说前面的这种大乱斗的这种集团成型，可能还没成型，所以有可能会一直维持。但是一路如果维持的话呢，这个冲刺的强度就会非常高。是。就是看不放不放这个兔子先走，让他们先走。那如果情况是放兔子先走的话，那当然这个冲刺强度就会比较没那么大了。其实像昨天我们寿恩哥在比赛结束之后，也有跟中华队的谢教练有聊到，谢教练说昨天一切都没有太多的想法，目标就是终点。这个也是豪赌一把那种感觉，孤注一掷的这种豪赌的对，因为的玩法。他还特别说，就是阿凯他有很多次是把阿凯叫回来，就说不要再那么前面。因为去年来讲的话，好像他在某些站，就是这一站也是表现的蛮积极的。是。然后我印象中是这一站的效果没有很好，之后隔一站又更积极。是。对，就是南投站。但是今年因为没有南投站之后呢，我相信这一站呢势必应该要 all in 了。对，尤其这里真的是洪俊凯的地盘。对，刚才在赛前的就是赛前的访问也有提到，很多路线他都知道，尤其下坡的那种弯角，该用什么样最好的路线来前进，阿凯都蛮可以掌握的啦。对，这个对爬坡的影响来讲呢，可以说是说，如果当你在爬坡爬到坡顶的时候，稍微有点小落后，也许大概15秒以内的差距的时候，你可以因为下坡你熟，可以靠很多的这个下坡的路段去赶回来，因为前面的人如果人多路不熟，他不敢这么快，但是你从后面你熟路，加上又有这个碟刹的辅助啊，那速度赶回来，就是说你如果爬坡顶的时候小落后，你再靠下坡是还有可能回来的。是，其实真的是要在最后集结的时候可以维持在这个领先的整个集团当中。对，因为整个来讲就是中间的这些爬坡呢，可能把选手分散，但是下坡到后段的平路，可能又会稍微集结，但这个也只能稍微啊。你如果爬坡落后个3分钟，3分钟以上，你大概也是很困难的。所以
整个来讲，你还是必须的这个有相当的爬坡能力，是才有办法参与这个竞争群。那在今天这个158公里的赛段当中呢，当然有很多的挑战哦。在我们的画面上看到选手们已经从新竹高铁站出发，将由贵宾们来进行领旗的热身中立赛段。那今天的中立赛段呢，表定是2公里，所以并不是很长。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情况呢，选手呢也是跟在后面，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途中共有2个冲刺点，而且其实这几年，也因为选手们来的状况啊，跟整体的实力越来越接近哦，比赛一开始就积极进攻的画面是非常多哦，所以今天会不会一放行就有兔子想要先尝试来做进攻，也是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哦，那当然在现在比较轻松的阶段，也要跟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在我们今天还是要送大家小熊对，昨天我们有送出那个黄山小熊，对，那今天呢，我们要送上的是蓝山小熊。这个蓝山小熊，如果上面至少是有个冯俊凯的签名。对，蓝山小熊不是只有小熊而已哦，我们会有蓝山得主的签名。那相信这对各位车友来说呢，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要怎么样得到这个这只小熊呢？当然，除了要达到我们今天线上的观看人数破万这样子的一个门槛之外呢，也请大家要到协会的，就是环台赛的粉丝团去留言，而且上面有这个 SOP 会教各位车迷朋友们怎么样来得到这样子的蓝山小熊。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的话呢，欢迎大家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对，然后这个FB 的粉丝团呢，搜寻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对，或者是英文 Tutti Taiwan 是啊，也很容易找到。好。那今天我们就去年在这边冲到第2名位置的彭元堂，也是中华队非常重要的一名冲刺手。彭元堂呢，他今天他阿嬷也特别到现场来为他加油哦。我们来看看我们之前所拍摄的画面。哇，其实这些选手就当家人可以来到这边，也许不是什么样很长的相处时间，也许只是讲一个加油，或者是见到面讲一些鼓励的话，我相信对于台湾的这些车手们来说呢，都是很大的鼓励啊。对，这个也是自由车多日赛的一个特色啊，因为从台北这样一路往南的环，然后一路走，所以呢，大家的这个地主家乡都会经过，所以蛮有这种回家的感觉。是因为其实平常他们训练甚至于出国比赛，见到家人的时间不一定那么的长。对，如果像国际的队伍啦，像要备战奥运的话，是1年大概要住250天的饭店。哦，是哦，在外面。那不是奥运年，大概是1年200天。哇，对，因为你各地的高地训练啊、异地啊，然后参加各地要取积分的比赛啊，是，就像杨教练，是，那这一次也是带队出国，所以他基本上他们一年可能在家的时间真的很短。那这也是做体育人、做运动员都非常辛苦的部分。对，要进厨房就不怕热。是，那当然，相对他的家人也是能够体谅这样子的生活节奏啊，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各位观众看到说，体育选手呢努力在争取这些荣誉的这些过程啊，真的背后付出的心血真的很多。是，那我们刚才提到杨教练哦，听说人好像已经到台湾了，对，不要再躲了，还在喝咖啡，然后吃着早点惬意看直播。我们刚才我传讯息说可以请杨教练直接到石冈来，结果他就已读不回。这是很多车迷朋友都在呼唤杨教练，就说，从德国回来了，对，吃完德国猪脚了，该吃，明天有万峦猪脚可以吃哦。对哦，杨教练也说万峦跟高雄美浓的比较好吃哦。好，现在是比较轻松的赛段啦。那当然，这个领旗
看到我们的贵宾们经过这几年环台赛，尤其有直播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先练一下，不会骑起来歪歪斜斜。看他们踩踏回转都很稳定呢。对啊，而且肩并肩的还要聊天呢，所以这个也是要平常也是稍微要练一下。说不定再过几年可能可以端香槟哦。而且看起来是速度还不慢。是在国外一些比赛是有就是好玩的，就让 VIP 跟媒体就是在比赛前有一个小比赛。哦，是哦，这还蛮有趣的。对，所以有些像兰卡威之前他们也有办过。对啊，反正如果是封闭赛道，对，就比较安全。对，当暖身圈的时候，不如弄个小活动这样子。哦，这还不错哎。那这样，VIP 的层次就要再更提高，不是只有领骑，要平常就要认真锻炼。所以瘦身哥可以去骑，你这个一开跑就直接当兔子出去了。好，透过这个空拍的画面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今天在市区的部分做的交管哦。对啊，也是非常辛苦啦。那也非常感谢，当然帮我们执勤的远景，然后我们的 Marshall， 还有在各地配合的民众朋友们，才让比赛能够顺利的进行。好像也快要接近这个0公里的这个出发点了。这几年这样子的空拍画面，真的是技术越来越纯熟啊！而且现在的空拍机是要有执照的哦。对，这个要开始有这个法令的管控。是。所以像 TVBS 这些空拍机的摄影大哥呢，都是有执照，而且经验非常好啊，所以才能够呈现非常不一样的画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我看到这个刚刚赛事总监已经这个在比这个一个手势呢，叫大家就是放缓。是因为这里跟前面比较不一样的，而我们看到 Samuel 呢，绿衫哦，一马当先。Hello， 不是继续骑吗？这个企图心很明显哦。迫不及待，还是得退回这个晶片感应线啊。是，因为这个刚刚看到这个地垫呢，还是有一个晶片感应。那这样子齐头出发还是比较公平啊。是。那当然这边因为没办法再多做绕圈，所以贵宾呢就变成就是停下来再做一个鸣枪。那刚刚看到赛事总监手上拿一个牌子，是它一面是绿的，一面是红的。对，那就像红绿灯。就是可不可以放行？对，所以他刚刚这个等于是一个红灯。现在看到现场呢还在掌握机会，要多访问冯俊凯。好，阿凯拍谁哦？哎呦，好像被撩了。啊，阿凯旁边看到今年穿不一样车衣米捷亚车队的小黑陈建良哦。当然，在这个赛段，陈建良也是相当熟悉的。既然站在第一排，看看是不是可以给镜头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画面。那么今天这个出发呢，就会变成有点像单日赛的，像世锦赛哦。是。因为等一下，因为这边就0公里嘛，对，一鸣枪就出发了，是。前面是净空的，所以兔子呢，就一开始要跑吗？对，但是前面都是领骑衫挡在前面的。对。应该还是会这个顺一段之后呢，再找机会了。所以跟这种动态出发哦，动态起跑不太一样。因为等于说你从0要到有速度，其实是还需要一些动能的。对，因为如果队伍长，我们常常参加国外的那种挑战赛，如果是几百人的队伍，是你如果被挤到后面，你根本没机会。前面的人都已经跑了，你在后面还在排队，还没上卡。对，那个时候心里就特别着急。好，我们听到鸣枪，第3站浪漫台3线站正式的起跑。对啊，哎呦，起跑就马上有人攻击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不需要动能的，马上就先喷了。对，所以哇，大家对于场地赛一样，还有个又是奥地利绿高车队。我这个直接冲呢，没有再客气的。那当然，马上就是反应也要很快，就像瘦身哥讲的，
这个，如果你真的卡在后面，你没有想要那么快走的，你可能还在准备啊，在调整，人家就已经掌握右线刚好有个空档，左线的领骑生他们可能比较稳，是，结果就算是有点挡住，但是后面马上接上了，而且这个绿高车队选手大概也是试探性的，因为先取得前面的位置哦，总是比较占有优势，而且马上一集结之后，在画面右侧又有车手喷出来。那当然，在这个一开始就是会有互相竞争的状态啊。那我认为这前段呢，应该会蛮激烈的，因为特别是后面2站比较以平路为主的时候，这个选手比较没有体力保留的心理负担了。因为我再怎么样，我后面的一出发都是平路，至少有一大段的这个可以缓和对，因为运动员的情况下，即便你昨天再累再酸，其实你大概一般的观众朋友其实也可以尝试看看，就是你前一天运动的很累，但是你隔天只要再缓和、再持续的运动的，大概20-30分钟之后，你慢慢就会状态变好。就是把身体热开，然后对你那个酸的感觉，那种代谢掉，就比较不会那么影响到你的运动表现。所以越热开之后呢，就越好。但是呢，这个连续几天的情况呢，你越到后面需要热开的时间会越长。当然，那。就是像我们大家常常讲的，尤其像现在防疫期间，大家除了要戴口罩、勤洗手之外呢，大家一直在宣导的就是要运动，要让你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变好。那如何持续的运动？有些人可能1天打鱼3天晒网，甚至10天晒网都有可能。如何把运动这样子的东西变成一种习惯，其实是很重要的。对，现在就是除了这个卫生习惯要做好之外呢，那另外就是提高自体的这个免疫力。对。一开始的一如预期啊，就是火力四射。在主集团这边，当然不会那么轻松的放兔子逃脱，因为在开赛不久之后，就是连续2个的冲刺点哦。这除了会关系到冲刺的积分争夺之外，最重要的是减秒。对，不过现在看起来，如果是绿衫的领先幅度还蛮大的，是他们如果采取让兔子走的方式，对他们来讲会比较轻松，就是让人家吃掉积分。对，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个集团前面呢，大家就是属于一种小乱斗了，因为尝试然后互看。看来看去，对，你到底要不要动？你不动，我不动，就是要门当户对，然后看对眼，然后呢出去组合成功，是，然后主集团就给他们祝福，才放他们走。对，而且这几天看到这个绿高车队都还蛮积极的哦，可以看到100特车队，还有米捷亚、马来西亚萨普拉队，这个后面的反应很快，中华队也在里头。会不会要跟主集团切开来？这个小组会不会有机会？其实一直提到，就是这种东西是一直的不断的尝试，才会有最后成型的可能。对啊，因为绿高车队目前呢排名最高的是强纳，总排名在16名，但他们车队里面有3位选手都还是属于这个落后只有22秒的这个竞争群里面。是。都还是有机会。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团体总成绩也会是车队所要争取的目标。因为团体总成绩的算法呢，就是每天的那一队现在是5位选手参赛，但是我们取前3位进入那个计分的时间里头。那目前来说呢，第1位圣乔治车队是排在第1位，而接下来2到10，总共9支队伍呢。都是只有12秒的秒差而已，同登同分。好，现在稍稍有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对，这边有一个小的断层啊。那在里头有2位100特车队的车手，当然还有中华队。那么这时候其实主集团的这个前段的人比较能够决定是要追还是要放。对，所以这有时候就是前面的要放，后面的想追，这就是卡位上的问题。但是看起来是马上被瓦解掉了。那瓦解掉之后，就代表会有另一波攻势可能成型。我可以看到现在刚刚时速也都是大概在40以上啊。
今天的一开始就没有像前2天那么平和哦。那当然后面还是比较悠闲一点，可是前面的速度也是带得蛮快的。那寿生哥在之前聊天也有谈到啊，其实台三线对于车友们来说是一个可能很舒服的地方，可是对选手们来说难度很高。一方面有仙山之外，其实它就是一直的丘陵起伏，那它就有点像是你在骑间歇那种感觉。对，因为路的本身就给你间歇了，那再加上现在对手呢，特别是前面对前面这一段，对啊，就是不断的加速，然后缓，然后再走。现在看到新的进攻呢，又开始是由100特车队所带头。在整个沿途有非常多热情的乡亲朋友来帮比赛的选手们加油。那么现在一个小单飞的一个局势啊，这个应该是等一下就会被抓回来，因为后面主集团这边看起来也拼得非常激烈。那尽量他要拉开这个差距呢，差距够大才有可能有后面也许小的追赶集团上来，就形成了领先集团。那这个是比较普遍的战法。对，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小领先的人数越少一点的话，主集团就可能放他们走。好，我们看到了，这是背号61号的 Eric Young， 这是第一站的黄山啊。昨天在山路他有点辛苦，然后背号92号这几天看到非常多他的画面，来自于马来西亚萨普拉队的查理夫。查理夫呢，很明显呢，应该就是要守住，然后想办法呢，看能不能登山积分。对，要拼因为他现在也是红点山15分，是前3名的选手是同分，都是15分啊。那么 Eric Young 呢，虽然是冲刺型选手，但这一站有2个冲刺点，而且今年的这个他第一站的状况这么好，对，那显示他状况非常的好，所以像之前我们聊到彭元堂去年在这一站可以拿单站第2，是，所以冲刺选手不是没有机会，只要扛得过那个坡。而且像我们大家看这个大环赛，像环法赛啊，你说像 Peter Sagan 可以拿绿衫，是，他也要一定的爬坡的能力，是，所以优秀的冲刺选手他不是不能爬坡，他就是不会在爬坡里面有特别突出表现，但是你要他跟得住这个集团，或者说不要差太远，他必须要达到这个水准。对，那而且像仙山今天这个路段呢，山是卡在中间，后面还有一大段的可以集结，对，集结跟追回的这个路段，所以呢，冲刺选手呢，我们不用说设限，说冲刺选手在爬坡就完蛋了，是，但是在单站他居然还有竞争的机会，所以整体的这个宏观的看法呢，这一站来讲还是人人有机会啦，是，主要就是看你的状态好不好。那昨天其实 Eric Young 名次掉到比较后面的关系，是因为他最后的终点是在山坡，所以他进到那个，而且他昨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自己出来做太多功，就是很多黄山是在前面做领骑的这样子的画面。那寿生哥昨天也有提到，其实他说不定就是原本设定他就是副将这样子的概念，要出来破风。就平路冲刺，你们帮我，对，那其他站我就去帮你们，是，对，互相的一个帮忙的一个团队合作的方式。对，我们一直有聊到，其实自由车它是一个团体的运动，它不是个人，最重要就是把黄山要保留在同一支队伍里头，任何人穿都是 OK 的。不过这个有时候茶余饭后的感觉就是像第一站的时候，这个 Eric Young 他们的团队士气非常的高啊，对，拿下成绩之后，信誓旦旦要保住。但是像这个莱恩圣乔治队伍，他们的风格好像就比较低调一些，是，一直说很难很难。这种有时候就是像那个考试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啊，我都没有念书，结果考出来就90几、100分这样子哦。好，看到主集团今天的反应是非常快，因为在开赛40公里左右呢，就会有第一个的冲刺点。好，瓦解之后，主集团这边马上就有一个小的公式要再出来吗？还是又大家觉得，那个 Eric Young 你想要带的话，就让你来带好了。应该是不被瓦解，应该是被瓦解掉了。
现在有背号114号马来西亚邓家楼队的尤斯夫到比较后面，应该是有机械故障的状况啊。看起来他刚刚在弄他的这个码表，可能有时候码表的感应不 OK 啊。哦，对，现在一直在做调整。因为现在这些选手用的这种码表都是属于 GPS 码表，那当然给选手的资讯，选手本身他还是会以这个码表来参考距离啊。好，我们看到在新竹这个有国小的小朋友也利用这个上课休闲的时间呢，来帮比赛的选手加油。那么呢，比较新的这个 GPS 码表呢，就甚至你把路线 GPX 路线输进去，它会告诉你前面等一下爬坡的情况。是。那这些资讯呢，对于2种人比较有用。一种就是爬坡要增成绩的人有用，一种就是爬坡不好的人有用。就算还有多少要爬完？对，因为他肯定可能落队之后他要配速啊。是。对，要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最佳状态到山顶嘛。是。所以这个时候这些资讯对他们是很有用。了解。尤其像今年Brighton， 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也提供了非常多资讯，包含了时速，然后甚至有坡度，都是让我们整个比赛可以让观众朋友们更加了解整个赛况哦。现在看到的是时光国小所表演的这个加油的锣鼓阵啊。那这次浪漫台三线呢，第一个经过的地方就是新竹县政府沿途设置了很多帮选手打气加油的这个加油站哦，包含新埔政工所的员工，然后新埔国小、时光国小、新埔政工所、关西国小、沙坑国小、东光国小、衡山国中、衡山乡公所、大肚国小、竹东政工所、上管国小、那个雨果幼儿园等等哦。到时候呢，在沿途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大人小孩，然后会在路边帮这些比拼的选手们来加油打气。现在看到的集团前方呢，好像这个澳洲圣托斯车队呢是比较积极一点。其实大家只记得去年这一站彭元堂拿单站第2，对，那这一站的单站冠军是圣托斯的 Nicholas White， 他目前也在集团之中。那还有西班牙的布尔格车队那个紫色车衣啦，在这几天中途都会有这样子出来做一些竞争啊，那最后都比较可惜了一点啊。现在又再度回到整个大集团的状态。好，我们看到沿途有很多的小朋友来为车手们加油。在集团合并之后，右侧马上就有进攻，是由马来西亚萨普拉队所带出来的攻势，后面跟着的是澳洲圣托斯车队，像这个纽西兰黑服。马来西亚萨普拉队2位选手这几天真的还蛮积极的哦。但这个路途没有放很远呐，主席团吸得很近，还要再做尝试吗？这时候就撇开，就一波再一波啊。那看什么时候可以成功。因为在像这样的情况呢，你是进攻还是防守？有时候在动作上就看得很明显。是，因为你第一个往前走的一定是进攻嘛，对。但是跟出来的人他有没有意愿做合作？那有的时候他完全不配合，不配合的时候就这个就代表是防守，这个攻就瓦解了。对，那基本上很难就再继续往前。但是如果愿意配合轮着走。有的时候选手会回头看一下，我跟主集团的距离差多远，值不值得再继续走？还是说后面马上就要粘上来了，那我再做攻就没意义了？是因为现在距离比赛终点还有144公里，还很漫长的道路啊。对啊，所以呢，前面的这样同样都在前段的大概前5、6位选手，有时候他们的动作啊跟方法一看就知道大概的情况。像现在选手又再回头观望了。对。因为他有时候要换个角度啊，换线的目的就是他想要多看一下这个整个集团的状态。是，因为当通通排成一列的时候，你回头就看到只有看到后面，看到后面而已。
他有可能是左右，然后也有可能是有时候低头啦，对，可是那个情况比较少一点。低头的情况比较会在冲刺点或者是终点之前的情况，看看后面的，你大概只能看到后面的一个选手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子比较平路的状态呢，当然这个换线哦，并不是一定是受到那个风势的影响啊，他有时候像寿生哥讲的，他是要观察后面整个集团的动态。那其实我们今年也有准备这样子的动画，来让各位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就是说怎么样的时候呢，队伍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尤其在受到风势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画。那么这个是自由车运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精髓，就是说为什么说合作跟进攻？那原因在哪里？其实我们自由车比赛呢，最大的阻力就是风阻，风阻占了你身体占的风阻在70%，所以呢，它的阻力远比你的轮胎摩擦力要来得大。是，所以当在前面带头的时候呢，它就承受100%的风阻啊。那当然跟在第二位呢，可能就80%、70%一直降。所以轮到队伍的后面呢，你可以看到体力的消耗呢，从红色慢慢变成蓝色，在蓝色这边你就可以休息。那这边甚至你只要出60%的体力呢，就可以跟上这个队伍同样的速度。是，所以根据这个原理呢，当我们要做一个团队的进攻的时候呢，我们会把选手想进攻的选手基本上就会集结在前面，对，然后去做一个集结跟加速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考虑的就是风向，特别如果有侧风，像风从左边吹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靠右，因为在右边的后面呢就没有办法再闪躲这个风了。特别是风向是很斜侧风、强风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要必须在你的选手的这个右后方，你才能够真正躲，对，有那个躲到这个挡风的效果。那就变成前面的人他可以自己形成一个小组，再做一个轮替的动作，在前面带头，然后到后面休息。但是后面的选手他就跟前面的选手呢一样的费力。那当你调出这个集团的时候呢，你费力的程度就是你自己去承受了。是，那这就形成了这个距离的拉开跟断层。所以呢，到像平路最后冲刺的时候呢，更关键，我前面加的更快，就是列车出来，然后后面呢再做一个防守的动作。是，那尽量不要让别的队伍的人呢插进来。是，所以呢，把自己的冲刺手留到最好的位置啊。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慢慢就形成一个优势。一个卡位的优势，然后这样子来让这个自己的 GC 选手呢有机会做最后终点的攻击。对，所以不管是说终点冲刺的部分，或者是中途要形成集团的部分，它的原理大概都是这样。那中途形成集团的部分，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同队的，对，有可能他们就在前面的是想要走的意图。寿生哥一直讲的，会有可能我们短暂的合作，对，理念相同的。那就先这个合作，然后甩开后面的大集团。是，然后到时候快要到目标点的时候，在大难临头各自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啦。是的，前面我们先当兄弟。兄弟之盟。现在看起来西班牙的布尔格车队终于今年呢有跑到比较前面了，是，可能也比较适应了。跑了几天之后呢，而且那个天气也比较习惯哦。不过后面主集团应该也是有蛮大的，就是想要追的这样的态势。不过他利用的这个点不错，因为有点一个小坡顶、小缓坡的坡顶，然后呢，马上在加速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下坡，所以这个距离差很快可以拉得出来，然后。因为距离差有时候有一点吓唬的功能，就是在主集团的这边一看到说前面跑掉了，怎么拉开了？对，哇，中间有这么大一个空档的时候，我要去追，就难度就增加，是，所以心理因素上就会在犹豫了。看到依旧是马来西亚萨普拉队，还有西班牙的布尔格队。萨普拉队其实今年真的还蛮积极的我感觉他们今天应该是有一个策略了，就是比较积极主动，就是基本盘的打法就是每一个
如果有领先集团的话呢，行程一定要有我们的人在。是。那如果教练下达这样的指令的时候，那你就变成每一次的进攻，你都要有人在前面可以防守。是的。或者是加入。那如果万一跑掉，所以大家就是5个轮流，像刚刚是第一波是92号，对，现在是91号，其实他是不同人啊。那还有刚刚中间过程中几次的主动，所以呢，这个大概教练团下的指令就是我们领先集团里面一定要有人。那所以选手呢认真的去执行，而且就像赛段的后面呢，今天第3站了，后面只剩下4、5、2站了，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体力不今天好好的发挥的话，其实你在最后要对越到后面越困难。对。我也一直在看后面整个主集团的动态啊，目前看起来是有点放这2只兔子越跑越远的感觉。所以现在应该算是一个蛮激烈的一个情况，因为前面的想要把这个距离，特别是经过了刚刚的这一段之后呢，我们已经经过20分钟的一个间歇了，还在继续间歇。但是另外一种战法呢，就是我就跟在后面啊，就像昨天这个中华队也有这样子的想法，甚至莱恩他们对他也是这样的战术，就是整天就跟，然后最后关键时候再出手。那相对来讲，他的体力的消耗就比较少一些。好，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谢教练，不知道可不可以听到谢教练在车上跟这个队员们讲了什么？看他目前笑得很灿烂啊，因为队车的排位呢已经跳到第2位了。对，就是在比较前面，要看战局，甚至于整个反应都会比较快。对，因为队车有17个队，当你排在后面的时候，跟排在前面，对，开的感觉真的差很多。没错。有2位选手试着突围领先集团50公尺。然后会不会听到我们在 Q 那个谢教练，然后谢教练就不讲话？91号。不过观众大家也可以听到队车里面的那个无线电的声音，就是大会会有一个就是无线电的 radio tour，那不断的让所有的队车里面知道前面的战况，但是这个他们只能就是用无线电的，对，然后用无线电，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长的，你看不到前面这样的状态。对，这是以前啊，那当然现在有直播之后。对对对。所以就是无线电辅助直播。对啊，就以这个算是比较一个传统的方法，所以想到几10年前，这个连无线电都没有。对，每个教练也都很会玩无线电。哦，所以自己要准备。因为平常有嘛，那也要考照，所以这个自由车的教练也是样样都会啊，对啊。对，我觉得像前几年这样跟杨教练的配合，就真的觉得自由车的教练们，除了每一个都是藤原拓海之外哦，那个开车技术一流。那你到每一个地点，你可能要帮选手做恢复，那甚至于帮他们准备吃的东西，然后整个过程当中，你要帮他们准备补给，要想战术，要算数学，就事情非常多啊。我可以看到前面2位选手呢在做一个那个轮车的动作，刚刚这个2号的选手呢就用手肘打一个手势啊。这个乔莫呢要跟背号91号的萨瓦威，马来西亚萨普拉队。换车的之前会有的是用手掌，有的是用手肘，主要就跟我们开车有方向灯。对，不能突然就切出去，让后面的措手不及，让后面的选手呢也知道说你要换下来了。主要的目的是这个。那刚刚讲的低头看，就是说这时候大概会先低头看一下，后方的轮子是在左边还是右边。OK， 虽然风的理论会找到最适当的地方去做，可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对，那这个时候如果要为了安全起见，就会还是做一下手。对，先做低头看后轮，看对方的前轮是在你的哪一边，然后再做一些手势。是。那甚至一直没上来呢，就回头看。你到底要不要出来？再不轮就瞪他，再不轮就自己加速抽他。其实这都是一些习惯跟潜规则啦，也让
很多的车友朋友可以来做学习，因为很多车友在骑乘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团练，他们一些简单的手势跟动作呢，都可以让整个团练的过程当中更顺畅，而且更安全哦。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基本动作一个默契，或者是礼貌。对，而且如果你平常有参加团练的话，你久而久之你会跟大家比较熟悉。那但是这些基本动作在比赛中都算是基本能力啊。是。好，我们得知的消息，在主集团这边又有出来3名的追击小组，分别是背号24号来自于绿高车队的 Tommy， 然后背号164号来自于柬埔寨车队的杜穆里埃，还有背号83号来自于旅都公车队的林慕龙。那看到林慕龙在这边，我觉得意图还蛮明显的，就是要抢，他不是要抢绿衫，他是要抢那个冲刺点的减秒。而且这个林慕龙第一站的表现也相当的不错，他也算蛮有实力的选手，而且他今年呢也刚参加过环兰卡威啊，对，所以目前才3月初，他的总共比赛的里程有来到1500公里，算是一个相当积极的选手。而且林慕龙现在如果以亚洲蓝山，现在跟冯俊凯之间有着这个10秒的秒差哦，那当然是需要更多这种除了终点冲刺之外，他需要更多可能像冲刺点的来减秒。因为他第一站想办法拿到这个蓝山的方式也是靠冲刺。对，因为这个盘算是这样，如果你靠想要指望终点，因为终点每个人都想，所以它的强度会非常大，那你不一定拿得到。但是像现在这样子夹杂在领先群出去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就是积少成多的概念。对，靠着这个中途的冲刺点去取得这个减秒，而且如果这个领先群的人数够多，说不定就一路喷到终点。对，像5个人、6个人，其实他分担的这个辛苦的程度，当然就是持续稳定的辛苦，不会一直躲在集团里面那么舒服啦。对，但是总是呢，为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为了这个成绩呢，要做一些付出嘛。那对于中华队今天的观战终点，其实阿凯应该还蛮明确的，就是如果只是要拼蓝山的话，就是看住中跟英灯，对，因为2个人之间2秒嘛，你动我就冲，对，如果你不动，那我们就到最后 final 的时候再来决胜。我这个时候也是得小心啊，因为这个林慕龙虽然说差10秒，如果2个冲刺点抢掉的话，他就更接近了。对，就是如果是减秒，他都拿下第一次就减了6秒，对，2个就没有一次减3秒，哎，2个就减了6秒，哎，还是要小心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车队里面其他的队友就可以扮演一些角色了，就是可能去吃分数，对，可能是巡航的去控制住，因为现在的秒差如果通常是说控制在30秒以内的话，随时要追就追回来。是，那控制在1分钟的时候呢，可能其他队伍想要有意图的时候，也可以帮忙追几把，然后就去追回来。了解，对。好，目前刚才追击小组跟前面领先集团合流之后，主集团就应该是要把这个一发力就要来整个瓦解了。不放他们走。对，今天是不放的概念啊。不放之后，马上就要有人就有攻势了。绿色的绿高车队，还有这个澳洲圣多斯车队、米吉亚车队，还有就是像那个寿人哥讲的，里头还是有萨普拉队。同样的呢，又是利用一个坡顶，然后呢接缓坡呢再做，所以选手的间歇就是路也给间歇，对手也给间歇。对。但是你看现在后面呢又产生一个小小的这个断口，但马上呢可能这波人比较多，是。如果主集团稍微犹豫的话，就有可能就会比较大的伤害了。所以在主集团比较辛苦的情况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断层的时候呢，再去追，然后呢，人多的时候 ，You got to step out from behind that bloke. Step out from behind him. He's slowing down. 然后在里头有看到中华队的身影，这是个好现象哦。对，里头有中华队，而且澳洲好像在这个教练团呢就在下指令了。对，对啊。
那刚刚提到说主集团这边它的辛苦，因为它是被动式的去做这个间歇，跟前段的主动的又不太一样，所以不断的来，而且到底要不要走，到底要追，这些考虑跟卡位呢，主集团里面的速度啊，因为有时候前面走一个速度，后面的影响蝴蝶效应会变大，所以它的加倍的辛苦程度，甚至会比前面的还辛苦。然后一结合之后，就再做尝试。像索仁哥说的，马来西亚萨普拉队就是每一波进攻都要加入其中啊。但这个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这个有点像，因为这个消耗很大，对，消耗很大。到时候先山的时候，万一体力不够，先山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没错。那我们看到美国100特车队今年果然来了比较多、比较适合平路的这种车手哦，在平路赛段的表现还蛮强势的。好，看听听中华队谢教练手上一直拿着 radio。也是要随时跟整个队上成员来做指示。目前这个在前面领旗逃脱一点点的选手呢，其实都也在观望后方主集团的态势啊。对他这个情势呢，就会刚刚，如果你反复的看，就会发现说这个一小群，然后变一中群，然后拉扯以后又来一个单飞的，是这个就显示说它是反复的这大概情况，因为我们讲说第2波进攻、第3波进攻，可是坡形久了之后都有一个空档，对，空档其实大家都想休息，那这时候可能又有某一个勇夫就单飞又出来了。对，这个勇夫呢就是背号81号，来自宇都宫车队，我们在第一天有提到的不死鸟真田诚信啊，哇，也是去年的这个亚洲最佳选手了，蓝山得主。可以看到，刚刚可以看到他的后轮呢，跟前轮不一样，后轮反而是低框的，明显的他可能刚刚还经历过机械故障，因为这就是有换了轮，对，轮组。那在后面有中华队，中华队应该今天的目标也是不能放哦。对，主要还是锁定了这些。特别是像现在这个真田诚信的这个去年拿过蓝山的这些选手，也都是很有实力的。是，除了中根英登之外呢，变成要看守住这些日本好手。对。马来西亚萨普拉队看到马上又从主集团里头喷出来，要追上领先集团。你看现在右金车队也加入战局啊。这几个比较日系车队，如果合流的话，威力还蛮强大的。所以刚刚右金就比较没有出来。这个有时候就是说，你躲在集团里面一段时间，他可能设定的是说，20公里、30公里之后，我们才开始做一些动作。是，就是每一个车队大家所设定的攻击timing、发起线都不太一样。对。如果从这个后面来看，今天在比赛初期的时候呢，队伍后方没有那么惬意哦。对，就是要跟着跑了，不是在后面我要休息啊。而且往往在队伍后方的选手呢，理论上就是实力会比较弱一点，比较辛苦一点，但是这样被拉着跑，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消耗。对。那看到中间有阿凯也在里头的反应很快。在比较队伍前段的位置，因为大部分有实力的选手呢，目前总成绩的落后时间其实也就大概在22秒。对，所以呢，如果放他们走掉的话呢，后面要去做防守的话会更困难。那现在在22秒差之内的，一共有47名，对，47位选手，也就是几乎过半的选手呢，还是有竞争力的。加上这一站呢，就像我们讲的是关键战，所以一定不能这个轻易的放走啊。是。好，在瓦解了这一波攻势之后，
接下来要看看是不是马上就再有这个攻击来出现。看到了沙坑国小，也是今年这个新竹这边所安排的加油团队之一。看起来大家目前大部分的车队的策略都差不多，就是副将出来守着，就是让可以大家一起爬坡，或者说甚至都先做这个冲刺点，然后到一起登这个爬坡的时候再分高下。是。不过也一直提到了，在台三线这个部分，它有很多的丘陵地形，其实。这个路途就是在给你做间歇，像这个路段应该就是爬坡，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就大约是4.4%哦，时速都超过30。对，因为它的坡大部分都短啊，然后呢，有的时候选手就是暴力型，对，不用变前面齿盘都还大齿盘呢，重齿一样的，就是站立抽车那就把它摇上去了。那相信对这种一般的休闲骑的车友呢，当然在这个路段，你们就用比较高的回转慢慢骑就好了。那讲到这个呢，其实这几年的路线啊，这自由车协会呢的安排呢，像昨天的这个脚板山啊，它已经变成 Strava 上面一个经典赛段。是，你如果上 Strava 去看。都是那些成绩排名在前面，都是所有过往参加过这个环台在脚板山战役的。对，那我查了一下，就是从山底到山顶，就是山上面的莱尔富这一段主要的路段。是。昨天中跟英登的在这一段路4.3公里的平均心跳是190。哦，就整路的平均呢，它不是只有一段而已哦，只是平均。然后它的整路的输出是328瓦。哦，所以以他的体重是55公斤，数据是55公斤的话，他这一段7分多钟的时间，他的推力比是5.96，是这个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负荷啊。当然，像环法赛的话，他们可以推力比达到6的非常多，而且他们的时间维持得更长。但是像昨天来讲的激烈程度呢，就可以显现出呢，就是非常的困难了。我们看到这个。下坡的飞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黄山也加入战局，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啊。而在前面领骑的是西班牙布尔格车队，黄山的莱恩也出来了。黄山会不会也想要拼一下？如果可以用这个冲刺点减一下秒，可以让自己的地位更稳固呢？应该是不太会在这个时候那么早出手。对，因为他可能也是属于一个防守的一个。概念，比较以防守为主，但是这个莱恩昨天发动进攻的时间点是在下坡，是，就是说前面一段的爬坡，当然他要守住，可是他真正厉害的时候是下坡那种动能，对，所以这个下坡发动的时候，当然你先决条件前面的爬坡你要跟得住，然后你最后的这个下坡，你基本上也是。完全是以输出来看，不管它是下坡还是平路，或者是爬坡，反正就是不管了。对，因为一般我们想说啊，到下坡我们就放松，是轻松骑。可是没有这个下坡也是攻击，对，它是反其道而行。但通常敢这样做，你应该路要很熟啊。当然，对啊，所以它也真的是蛮冒险的。因为昨天的路段在最后这个下坡其实也不好走，像今天其实如果到了仙山这个后面2个爬坡点的时候呢，其实它下坡是很危险的哦，它有很大的像类似法夹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那个赛程的安排呢，就不太可能，当然就是安排在山底马上结束了。一般就是说，像昨天他会这样冲，因为他距离终点就只剩2公里，是，所以他就势必比较赶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去做这个尝试。但先决条件真的是光看中跟英登的平均心跳要190，对，你下坡也，一般来讲我们下坡心跳会放缓，是，结果他这样整段要到190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区间。就是一般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就是很难想象平均心跳190是什么样，因为一般人的心跳大概是60几到60几算是不错的，那大概都是70几，那你运动起来。大概150，就可能有些人受不太了。对，一般我们简单稍微用比较
简单的算法了，我们就拿200当做一个临界点，对，最大这样的穿高，就是说，当然年纪大的人就更低啦。那你一般就是说你在运动的强度的心跳率50%到60%，这个心跳率是最舒服的。是，比如说你200的时候呢，你最大心跳率200，你跳120的这个大概是你比快走再多一点，就是有点慢跑那种感觉。对，差不多就是快走跟慢跑之间。那你再多一点到140，就70%。那这个区间其实是减肥效果普遍认为最好，而且这个舒适度呢还可以，只要你的肌肉啊承受得住，你做任何的这种有氧型运动的时候，维持在这个心跳率，你是舒服的。是，但是像他刚刚到190，这个就不是。对，那是很不舒服、很难过的，就从几乎就是无氧的这个能力。好，现在距离终点还有122公里，等于已经经过超过30公里的路程了。哦，这样子算起来，第一个冲刺点快就要到了。对，其实还剩5公里就要到第一冲刺点了。所以看起来今天在第一冲刺点势必有一番的高强度的竞争啊。是，很有机会以大团这样子过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很激烈喽。这样子很辛苦，因为你等于要做一个大强度的加速跟冲刺完，然后其实后面这一段，而且长路漫漫，对啊，还很远呢。所以教练团也要去做拿捏啊，到底该如何去？真的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你要看整个情势是怎么发展哦，才能来做决定。那么这个时候就车队里面的角色就很重要了，可能去抢这个冲刺点的，就是属于冲刺型选手。是，那登山型的，就是还是要留在后面。对，因为你硬去做这种加速跟抢。它是很消耗这种快缩肌，就是白肌的这种爆发力。是，那可能对你后面的那种酸啊产生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那影响也非常大。所以一般来讲，真的是两难啊。对，等于这比赛如果这样看的话，就前半段这2个冲刺点呢，就让冲刺选手呢去发挥了。是。哦，还是奥地利绿高车队。在集团的前方，所以呢，这个比赛的安排啊，为了3秒钟，你看要卖命啊！为了这3秒的减量，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但是3秒可能让很多的排名会做有一些变化。是的，尤其在很多的车手排序是一样的时候，这有可能就会切开一些分野。那我相信现在到离冲刺点大概只剩下4公里，应该是更会紧密防守了。是，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速到60哦。对，所以如果你是兔子选手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也不用想了。那这时候应该是锁定住抢分点之后呢，再做一波攻击，也许这个兔子集团成型的机会会比较高。因为今年是浪漫台3线的第3年，那过去没有这样子，在第一个冲刺点那么多车手，因为可能前面几波攻击大家就放兔子走，因为距离还很长嘛，中间又有2个山，所以大部分都是先让你走，然后我们最后再一起看拼终点。对，不过今天一开始就火花四射哦，而且守得很紧。哦，对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有抽奖的活动。那先决条件当然是在线观看要达到1万人的门槛，就会要送给大家蓝山小熊。昨天是送黄山小熊，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蓝山小熊。希望等一下在最后 ending 的时候，能够帮各位朋友争取把蓝山小熊放到主播台上，让大家看一看跟黄山小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上面也会有最后蓝山得主的签名。不过这个抽奖方法跟昨天有点不同啊，是要到这个官方的粉丝页、环台赛的粉丝专页上，就 FB 搜寻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是。奥地利绿
标车队以及马来西亚登嘉楼车队的追击小组追击1人，现在要形成2个人的领先集团。因为主集团可以看到，刚刚有一点在布阵，各个同队的呢都集结在一起，就是有可能会在冲刺点之前可以看到列车来哦。但是呢，因为这个也会判断说前面跑掉的人去把分数吃掉、秒数吃掉，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如果没影响，就让他们走。对。但是有些积极想争取的就要追，所以这个那既然有人想追，就会牵动到主集团的，他追了，我们要不要去跟他们去追？一定要这个跟上啊！说着说着，100车车队也来了。还是背号61号的 Eric Young。对 ，Eric Young 看昨天闷了。对，他的动作呢，就明显的是协防队友。如果现在队友的分数是21分，他如果能够帮忙吃掉他也可以，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成。这时候尼泊车队也出来了，然后黑虎车队这边应该是快要都有一点违规的动作，是有在 complain 哦。可是刚刚看到这个是通过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冲刺点，看起来也不是刻意的违规啦。好，我们可能等一下看看慢动作，然后在现在呢要等待最后大会所公布的成绩。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看这个尼泊车队的是哪一位选手来抢到这个减秒。如果是中根英登就糟糕啦。哇，他应该是在讲说他有点故意往内卡的那种感觉。有，是不是手肘有？对，看起来是有点稍微的变现。所以马来西亚登嘉楼车队的车手表示抗议。对。那当然，现在刚才的那个冲刺点看到黄山甚至于阿凯这边并没有出来，就表示对他们来说就是让前面的人把分数吃掉，这个就等于西线无战事的感觉。那等一下要等待冲刺点裁判所提供冲刺的名次，才可以知道冲刺积分会不会有一些变动，甚至于最后减秒的部分哦。在网络上有，那现在因为刚才有选手提出抗议这是到底会不会被惩罚呢？这有可能，如果是裁定就真的有变线，或者是影响到其他人的路线的话，是有可能被罚钱，有可能会被取消资格。那所以呢，这个有可能会先给，就是说，因为这个冲刺点的这个裁判呢，他当然还是把这个名次先报回来，是，但是呢，有可能要到赛后的时候呢，才会再做一个确认。了解。所以确认的。就是说，这个违规动作是不是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呢，这违规的选手呢，他的这个成绩就会在这个点的计分会被取消。所以呢，我想这一个点，而且是大集团的去做一个冲，那对于这边冲刺点裁判的一个负荷是蛮大的。是，所以这个成绩呢，可能不会这么快出来，但是。看起来，刚刚这个尼泊车队的这个选手的身形啊，应该不是中根英登啊，中根英登是14号，那他个子其实体重只有55公斤，不是大个子型的，那所以希望不是啦，就是大家集气，不是14号就没事，是，因为中根英登目前只差冯俊凯2秒钟，如果抢到这个3秒的减秒的话，就会跳过去，那对中华队的威胁就变大了。可是那个。就这样看来比较像老外，对。
那再恢复到这个西线无战事，但是主集团这边还是有5名的车手来做分列攻击的动作。这就是刚刚讲的，利用这个冲刺点之后再做一个进攻，因为冲刺点完了之后，大家就会比较和缓。那么比赛也进行了一段之后呢，这时候兔子要做一些进攻的机会就比较大一点。里头还是有马来西亚的萨普拉队。这一次的领先集团人数还不少哦，趁着这个3.3%的爬坡来做攻击。今天目前看来，在前段的消耗应该会蛮大的。补给车虽然这个天气是还蛮舒适的啦，但是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整个补给车可能也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越来越这个每一站的距离越来越长，那今天超过150公里就是算是标准的一个公路赛，所以今天应该有更多的这个推到后面补给啊、水库公路这些画面。是。前方的攻势再度被瓦解掉。现在领先集团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但是这种有藕断丝连的感觉啊。这个就是可能会利用下坡再做一个集结了，因为看起来主集团差距并不对，它一定没有拉开的感觉，而且这个下坡来到60公里以上。对，而且我们这个台山线呢，这个路况很好，又宽，然后而且是全线管制哦。对，所以整个要追赶上呢就比较容易。那当然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们、车友们，绝对不能这样骑啊！因为它是可以骑到对向车道的，但是这是比赛当中，并不是说你自己来骑车的时候也可以骑到对向车道，这太危险了。所以基本上选手呢，他就是过弯切弯，他就直接找最短的距离。那因为这个路面的宽度真的是蛮宽的，是等于有4线道啊。那不过，在这个很缓和的，这个很棒的路线当中呢，其实当然，车迷朋友们除了欣赏比赛之外呢，也可以来看看，原来台山线的路况是这样子。未来如果有机会来这边做自由车的骑乘，不管是挑战或者是休闲，都可以来做一些很棒的规划。那除了感受这种台山线慢活的一个氛围之外呢，也不要忘记来这边品尝一下这个客家的美食，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人文风情。我看起来整个集团呢又做一个集结啊，不过观众可以观察到，就是后面再来的进攻就比较越来越缓和，不像前开在20公里的那种大乱斗，真的火力都很猛。因为还是要保留体力到后面消耗强度呢，大家就会节奏就会稍微放缓一点。现在距离终点还有113公里。今天看到其实黄山就在比较前面的位置。你看到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底下的资讯的速度啊，因为这2天也有这个观众有时候说哇怎么这么快，有些时候很快。那因为这个速度感应器是在我们的摄影的摩托车上，对，所以有的时候摄影机车在这个位置移动的时候呢，是会有一些前后加速的情况，但基本上大部分时候呢都是稳定的跟着集团走了。所以当看到那个速度有点异常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再看一下画面的目前状况。如果是下坡顺风那个60，那是真的。是。那有时候到80，这个就比较是这个。那个就是为了赶去前面，可能要加快速度。好，在我们看到了这个空拍的画面，表示选手们经过了这个北埔的老街哦。那北埔算是一个4面环山的地方，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擂茶跟柿饼。那每
次的到了假日的时候呢，这边会有非常多的游客。接下来将会经过北埔乡公所、北埔国中。那到了北埔之后呢，会经过这个峨眉乡。峨眉乡它有一个这个桶柑的故乡这样子的称号，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会吃那个桶柑，就是比较类似比较小一点的橘子，而且非常的甜。那其中这样子的桶柑呢，在大概有60%到80%是在峨眉乡所种植生产的，所以在这里除了这个非常好吃的水果之外呢，还有东方美人茶的发基地。那客家人就说这个茶呢叫做碰烘茶，对。那当初是因为英国女王曾经喝到这个碰烘茶，就说哇这很棒，所以呢就像东方美人一样这种 feel， 所以才会有东方美人茶这样子的名称啊。怎么杨教练不在？你说着我听到桶柑口水都流出来了，肚子有点饿。哦，这边刚刚也收到这个回报的讯息，刚刚第一个冲刺点是目前裁判先给的这个名次呢，第一名通过的是背号12号，来自于尼泊车队的，不是14号，对，是爱都华。没有错，刚才没有看走眼，不是日本人哦。那在排在第2位的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格车队，背号2号的乔莫。第3位通过的则是背号114号，来自于马来西亚登嘉楼队的尤斯夫。那么看起来呢，这几位选手拿到这个绿战积分跟减秒对总成绩的影响呢，不是很大。对，并不是很大，大概就是2号这一位选手，对，他的总成绩排在第8名，目前是落后22秒。那通过这个减秒，他可以减2秒。是。所以呢，大概就脱离这个22秒的集团啊。好，这就是往前推一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几位第一冲刺点所出来的成绩。尼泊车队的爱都华呢，他是可以拿到5分的积分。目前在画面上一样是有3人的领先小集团。在中间也有追击的小组，那当然后面紧紧吸上来的就是主集团啊！真的今天都不能放哎。有时候是防守很接近到很快又到下一个冲刺点了。是，因为我们第2冲刺点呢是在赛程的74公里处啊，对，所以呢距离现在呢其实也不是太远，大概26公里左右。所以呢，如果这边的路段呢是这样子的起伏啊，丘陵其实也蛮快就会来到这个路段。那另外也可以关注呢，就是第1个小时又快到了，可以看看第1个小时选手们实际骑的距离是多少了。今天要给主集团点一首歌，真的是不甘心不放手。真的，过去几年其实真的在台三线这边放兔子出去的机会是很高的，跟今年的赛况是比较不太一样。我还是觉得第4站跟第5站的改变之后，有一些影响了。是，可以说大家把火力全部集中在这一站。对，因为如果像去年的话，你在第3站兔子跑掉，他只要最后追得回来，是这过程都没关系。但是整个来讲，变成体力尽量留在第4站的南投站。对，那因为南投站也是起伏很大的一个赛段。而且登山王积分的这个分数很有可能会是在那一站才做决定。对，那像今天这种情况呢，可能登山王搞不好都提前封王都有可能。是因为后面虽然还是有3个登山点，但是都是4级、3级的，2个4级坡，1个3级坡，所以总积分已经影响不大了。是。那么对总成绩的影响呢，也是后面2站的防守，大概估计也会比较属于大集团的模式，所以难度来讲真的会更高。也就是说，你要从大集团里面取得减秒或者是单站的成绩的难度会比较高，也会比较高。所以
这些特别是属于不是冲刺型的、精瘦型的，它要靠的就是要靠这种爬坡筛选，把集团人数缩小。那目前呢，47位选手呢，总成绩都在22秒以内，所以一定想办法用这个山呢去做最后的缩减。是。那往年在这一站呢，最后可能集团的分裂情况还蛮严重，就还蛮明显的啦。那看看今年呢，是不是前面可以缩得更小？那当然就希望。这个我们的冯俊凯对，可以是在前面的，那这样后面的威胁就可以甩开了。那到后面2站的防守战呢，跟观战重点呢，就会改变了。是，这个其实就像在骑乘比赛一样啊，我们先做防守，把后面断开来。那现在在画面右下方所看到的是澳洲的圣乔治车队哦，我们的黄山。捍卫队的总教练，今天他要做的任务当然是要守住黄山。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件衣服就是红点衫。看起来这个领先群的身份也不错，以捷亚车队的31号 Samuel Walker， 这个是。过往成绩也，去年在这一站他也在前10名的成绩哦。那当然还有马来西亚萨普拉队的车手。哦，现在在距离第2个冲刺点还有一段距离的位置哦，也看到集团的后方开始做一些补给的动作。Samuel Walker 去年在这一站是第12名，就在冯俊凯前面1名。所以呢，这个也是有竞争力的选手。是。谢谢你们，谢谢。在这里也看到有当地的乡亲朋友拿着国旗来帮环台赛加油。然后峨眉出来一点，看到，对。哦，你看讲的东方美人茶，怎么有那么大的一罐茶叶罐哦？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峨眉乡。看来今年这个主播挑战摄影师的工作就交给传贤了。这个有点难哦，这还是要等杨教练。刚才他在那个讯息里头说他好像还在飞机上哎。他让黄廷一先回来是吧？是吗？应该不是啊，因为他刚才还是他那个已经到台湾，然后不想讲。他说他在看那个《冰雪奇缘》，我们这边出大太阳哦，杨教练。我现在看到刚刚这个集团好像有点成型了，现在目前两边的差距已经超过50秒了。是。那不过领先群里面呢，有2位选手，分别31号跟51号啊，这个总成绩目前也都是属于22秒里头的。对，里头的，特别是31号这个 Samuel Walker， 他总成绩排名是第10位啊。是。也就是画面上现在在右侧的黑红的这个车衣的选手。那背号51号现在在领先集团后方的黑服车队詹姆士呢，昨天在桃园站也表现相当不错。基本上能够在22秒名单里面呢，就是都还有竞争力啊，对，通得过脚板山的这种高强度啦。是。所以呢，也显示说这个后段的续航跟能力呢都有一定的水准。所以现在马上导播就给看圣乔治有没有车队有没有什么动作跟指示啊？因为很快就会来到差距到1分钟哦。对，然后也距离第2个冲刺点越来越近。在这个蜿蜒的山路段呢，其实看到车手们都是选这个最精简的路线，当然就是切对角这样子，在转弯的时候切对角。那这个当然是在比赛当中才能够做的事情啊。对。Just stay in the commissaires car. Stay in the commissaires car. 自由车协会在前期呢要做很多的这个沟通协调，然后地方的行政资源跟单位，特别今天要跨3个县市啊。是。好，在集团后方看到水蜈蚣上攻，这是奥地利绿高车队。
那么刚刚传回来这个领先群的4人呢，还有一位是42号的选手，是，那也是圣托斯车队的艾登，他也是在这个总成绩也是22秒差距的。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萨普拉车队的95号，哇，所以他也是22秒名单里面的，所以现在领先的4人呢，都是有机会，对，都是有能力，而且在总成绩方面都是落后这个黄山只有22秒，所以这个兔子的实力算很坚强，是威胁性有点大。只是对主集团来说比较可以稍微庆幸一点，就是可能他们人数不多，对，目前就只能说人多的占优势啊。我看到了宇都宫车队的车手下来把补给品装好，而在这边澳洲圣乔治车队要出来做工了，开始控场了。对，而且黄山这边也在其中。在这边就是比较 SOP 了。对，这个是属于一个目前呢也只能这样子做控场，因为这个跟昨天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虽然是领先的22秒，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你不出来的话，那就是更没有人会出来，加上前面4只这个很强的兔子，它分属4个车队也不会出来，特别包括圣托斯，它就是完全就是以逸待劳了。所以刚刚看到这个前面圣乔治队伍，虽然同为澳洲同乡会啊，是，但是在最后要拼成绩的时候，真的是各为其主啊。对，就是圣乔治在前面带，那圣托斯就对在后面等。对，而且他们里面的这个 Nicholas White 是去年这个的单站冠军，是。其实这个下坡的弯道是越来越有挑战性啊。这个萨普拉车队的选手为什么突然脱卡？2脚脱卡，这会该不会是2脚抽筋吗？这个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不过他利用这个下坡来处理一些这个他的状况，是，那可能要等这个前段的摄影师再多给一些画面，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透过空拍就可以知道主集团在经过这些弯道的时候，画面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拉成一条线的主集团，这个速度应该也是可想而知啊。顺哥在比赛当中偶尔会脱卡，也许会就是做伸展。可是通常都只会单脚，很少这样一次2脚都脱卡的状态，对不对？对，他可能就是整个可能是一个下坡吧。如果正常来讲，他如果脱卡放松舒缓的话呢，是比较大胆一点。是。那一般来讲也会用站立，然后把脚跟往下，对，或者是往后拉伸。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因为领先集团还是这4名车手，所以他双脚脱卡之后现在跟回去，但是有这样的动作呢，表示他的可能疲劳感是比较大的，对。这一段的这个浪漫台山线是。从空白画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里为什么可以被称之为浪漫台山线，是真的很漂亮。因为一般的观众朋友们很少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从空白角度看到这些景色。主集团依旧维持由澳洲圣乔治车队来领军。其实速度两边差不多啦，现在大约是有着1公里左右的差距。对，这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门当户对看对眼，然后呢就很匹配的就一起走了。对，那刚好主集团呢也确实是经过了这个第1冲刺点之前这么激烈的第1个小时。所以呢，
消耗比较大，消耗很大。而这时候主集团他有机会来做补给，可能就像我们昨天也有看到，吃饱喝足之后，我再来发力追兔子。这个水壶开始工作，但是这前面4位选手呢，就会相对的比较要等久一点。对，而且特别这边的山路呢，这个对车可能很难的往前了。是。不过目前以整个进行的时间才1个小时，其实状况都还 OK 了。那差不多到1个半到2小时之后，这个水分的补给就会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在这样的骑行呢，1个小时大概消耗600 CC 的水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你的身体的重量可能很快的流失的这些水分，所以大概你需要补充蛮多的这水分，但是基本上目前选手的车上大家都是可以插2个水壶，是的，所以应该都还够用。对，这其实都一直会跟很多观众朋友们讲的哦。其实自由车它是一个持续进食的运动，它不是说我渴了才喝水，我饿了才吃东西，这种东西都是来不及的，你可能就是会低血糖，甚至于脱水的状态。所以现在以进行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你进行补给是为了你到大概3小时的时候，你还有这个正常的运作，因为不然你如果脱水的情况太严重，你后面的整个发挥就受到很大影响。是因为它那种失速哦，就不管是脱水或者是低血糖，它是整个人瞬间无力哦。就像你汽车开到你不会开到没油对再去加油。所以这也是跟观众朋友们可能比较少观看自由车赛事的观众朋友们说，他们怎么一直在做补给？因为他们是持续消耗体能的一个运动赛事，它不是像那种休闲骑，我骑到哪一个美食店或者是知名景点，我就可以放下行李，然后放松心情，慢慢享用美食，然后再骑回家。那这个不是，它是在很高强度的比赛过程当中，你必须持续的来补充身体的水分跟能量。所以这个举办自由车赛真的要方方面面都要满足这些选手的需求啊，那包含这赛会啊、规则啊各方面。在这里看下来，前面4位领先的车手之间呢，似乎还是有一点点的小落差哦。目前看起来他们的合作情况都还算是很平顺啊。在后方的主集团里头有中华队，也有黄山的选手在里头。也有看到冯俊凯也在队伍比较前方的位置。对，因为如果按照理论来讲的话啦，圣乔治当然是黄山，对。但是如果拉远的时候，你第2名的车队的人是不是要出来也要帮忙一下？这时候中华队就得出来了。是。所以这个距离如果再拉，现在目前看到的资讯呢是1分45秒了。那也就是说，通常1分钟的控场是黄山他们尽量会控，但是你越拉越开的时候呢，就可能需要其他队伍来帮忙。再不行，这个尼泊车队也应该要出来一下。就大概的集团里面的这个伦理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反正你在前段班，你其实是要比大家付出更多功的。对，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考验一个车队的所谓的整体战力了。对，因为如果你没有西线无战事那种感觉的话，你可以在比较集团的后方以逸待劳。可是当你必须出来帮忙在前面带头的时候呢，你的选手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消耗。对啊，因为而且这时候你如果不出来的话，你这队的名声可能就会有点臭。是，对啊。这个潜规则太多啊。不过还是教练团的那种想法啊，就是要有样子啊。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像不像3分样，这态度要拿出来。那当然，其实中华队在经过这几年浪漫台3线的洗礼之后呢，相信对这条路线熟悉程度一定是比很多外籍的车队还要高。怎么
让这样子的战力发挥到最后，是他们要非常努力的课题呀。那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有一些裁判的机车裁判往前移啊，应该也是为后面的这个登山点跟冲刺点做准备啊。是。这几年我觉得选手的平均时速越来越高。对，那个 Marshall 也很辛苦啊。机车裁判可能一定要红牌、黄牌才够力。那个150、125那种白牌的应该都追不太上哦。很辛苦。因为他们可能是在某个部分交管完，就要赶往下一个路线。好，主集团跟领先集团之间的秒差是1分40秒，就也大约是1公里左右啊。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中华队的画面也越来越多了，往前。但现在这个情况呢，下一个这个冲刺点呢，其实基本上的威胁就没那么大了。对，就有可能真的是顺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前面这4位应该也会蛮拼的，因为他们都是同分22秒集团的，所以他们自己要拼减秒了。那对于像中华队来说，亚洲蓝山目前应该没有太大的威胁。对，而且像刚刚这个尼泊车队的选手呢，有点小违规，然后好不容易抢个这个秒数呢，他也排名上1名，从第8变第7。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华队这边谢教练很忙碌哦，当然一手操控方向盘，那另外一手要做补给。吴志浩来当水壶工。所以这个就是对车排名在前面的方便性。是，对车排名现在第2，很容易就往前。对，就是选手也不用退到那么后面，然后又要跳回去。对，然后一般来讲就是对车会到裁判长车后面尽量往前，让选手不用到这么后面去。但是很多队同时要的时候，对那个卡位就会有点混乱。那刚刚选的这个地点呢也还不错，可以看到吴志浩也很快的接回去啊。是。不算太费力了。好，这个主集团在比较补给的状况之下呢，当然我们从时速表上可以看得出来是稍微有一点落差，因为现在还是比较也不能算很惬意的休息啦，因为跟前几个赛段比起来呢，那个整个要休息就是一个大面，但是今年在浪漫台山线这边，他们的现在行进整个巡航的速度是还不错的哦。对，现在前面带头的是卢少轩，好，算是一个巡航，而且这个有时候两边的速度差，是因为一边是在爬坡，一边在下坡，是，那所以会看到速度差会比较大。但因为台山线是一个丘陵的起伏，所以基本上很难做同时都是平路的一个参考。而且现在目前距离呢，也已经拉开来到将近就是1.8快2公里的差距了。它就是刚好可能前面在领先集团在下坡，那主集团在上坡，还在补给，对，就会有瞬间拉开这种感觉。这2公里里面的路型的变化可能就不一样。那当然，对这4名领先的选手来说呢，消耗很大，而且目前还没有办法来吃到补给。不过这边的路面变宽了，说着要来了，这个外送小哥来了，是这个 Uber Eats。所以这有时候也很考验就是车队啊，那特别像这几队的对车排名就可能比较后面，他就要把主集团的部分先补完，然后再来补领先集团。松恩哥，过去你们在骑环台赛这种补给的时候，我们之前跟杨教练也有聊到，就是你们会喜欢吃什么样子的食物，或者是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容易吸收，或者是其实它效果好，可是你很不喜欢吃，有这样子的东西吗？说真的，以前没有这么发达，像现在都有这种果胶这种，而且口味非常多。对，以前基本上就是八宝粥。哦，对，这杨教练也有讲过。然后呢，八宝粥的这个安排呢，也有技巧的。是它的装填。我们是用那个装雨伞的那种塑胶袋。
哦，是长形，然后小的剪成一段一段，然后两头绑起来，然后呢就把这个八宝粥分装在里面。是，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就把它咬破一集。哦 ，OK， 就这样子就很方便。然后再来就是羊羹，这个羊羹是很对，就是很常见的补给品，这是比较久以前啊。当然现在来讲，但是原理还是一样，就是碳水化合物跟糖。对，所以在适当的补充来讲，基本上也有科研说，你每小时大概需要60克的糖。如果照这样的消耗，因为60克的糖大概是240卡的热量，当然是远不够于你这种消耗，但是你本身身体还有部分，因为你现在吃进去根本来不及消化，也来不及去用。其实大部分还是靠你的肌肉肝糖跟储存的肝糖。那人体大概可以储存个2000卡。是。那这个能量运用的能力呢，就跟有氧代谢的能力也有关系。所以这平常的训练啊。平常这些用糖啊，补给策略。那另外呢，就是喝这些运动饮料。哦，对，甜的运动饮料，以前就比较都买市售现成的。是，现在很多都是有特调冲泡，对。但一般来讲，市售的我们会把它再兑一半的水，因为浓度会降一点，那会比较刚好。不然的话可能太甜，对，太甜也太浓。是，这个有时候你缺水，然后补了太多的这种东西，你反而变成是。这个钾离子、钠离子不平衡，是说有可能产生抽筋的。当然，抽筋的原因有很多啦。是当然，对，因为有，比如说你的能力本来就负荷不了，那这个是也有可能。对，另外的就是说什么电解质不平衡，但是抽筋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什么原因。对啊。因为就是像我自己以前参加过这种比赛，就是长途7万，第一件事情就觉得很腻，因为一整天都在进食，而且是糖分比较高的补给品，那就整天这样吃完就觉得好腻。对，当然前段你会需要吃甜的，但是到后段的口欲的时候会想要吃咸的，因为你其实是你的钠离子已经降低流失很多，对，所以这个是还蛮，看到这个标准手势，对，这个没有拉到哦。这个布鲁克车队背号5号的马诺好像摇了摇头。这个2级职业队的怎么可以有这种小失误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当然英文术语叫 sticky bottle 了，就是你趁着这个补给的时候，顺势拉一把，像是美式接力一样。对。但是后来的有一点规则上的法则，也是说。你不能拉太久，对，7秒，普遍来讲，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判定。但是基本上看到，或者是有些东西就是裁判看到，或者是对才会，他也有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不要太明显，或者是太久这样子。这就提到像昨天看到有选手这个机械故障跟车回去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这个也是在规则里头是容许的，它是一个灰色地带。那当然，这个跟多久、跟多快、跟多远，然后怎么判罚，什么情况可以跟。对，那其实这个裁判他自己有心中的一把尺，但是普遍来讲呢，像去年的世界锦标赛 U23被取消资格的有一个，他也是因为前段有跟车。那其实这个来讲，单日赛跟多日赛的规则会有点不同。单日赛比较严格，对，非常严格。你包含说单日赛在轮子，你如果机械故障，你只能换轮子，你不能换车。对，所以多日赛是可以换车。是。那像跟车的这个问题呢，多日赛的时候就考虑到，因为裁判跟赛会的主办单位也是希望相互配合，对，也希望可以多一点的对，因为如果我第一站的时候比赛就淘汰了很多的选手，我后面越比到后面就没选手了。但是他落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机械故障，可能是因为摔车，是他并不是实力的问题，对，不是因为实力不够掉的，而且他最大的那个。法就是说拉车一定是取消了，是，但是跟车这个就是属于这种灰色地带，所以呢，在昨天那个情况呢，有可能他是机械故障，然后允许他跟回去，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各单站的比赛的赛段，你越到后面的话就越严格，你就可能要靠自己。但是你在比赛的前段的时候呢，对于战局影响并不是这么大的时候，就让你跟回去。但跟也就是跟到整个对车的后面，它不是让你回到集团的后面。那你最后呢，还是要靠一段自己的能力去追回这个集团。
就是到了整个队车列阵的后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跳车，就是一台这样子，一台插空隙，因为队车行进的速度基本上就是跟着主集团的速度一起联动的嘛。是，所以呢，你在这里面呢就逐步的往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队车的使用呢必须使用这种房车，不能用这种休旅车。因为我们很多在车队在训练的时候带选手，因为人多，所以常常都会用那种大型的这种，甚至箱型车或者是休旅的这种要装的东西很多。但是在比赛跟随的时候呢，就不能用这样的车辆，因为万一有选手在中间的话，就非常的危险。是。好，现在在画面上看到该中华队出来做工啊！相信今天在比赛当中可以看到蛮多中华队出来的画面。这也代表着我们是在前段班的位置啊。对，有车队也是有能力的。后面也有看到吴俊凯，中华队的谢教练在右方随时注意整个比赛的进行状况。所以主集团现在就是一个巡航稳定的速度稳定的一个情况，所以看到有些选手呢也趁这个时候呢。对，该 relax， 交一下水费。对。那在这个巡航的部分，其实像今天这样子比较直列式，就是像我们在比赛一开始也有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整个战术画面哦。就是因为风势的关系，要有挡风的效果。所以会形成这样子比较直列式的行进方式，而且是有速度的。因为如果没有速度，它就散成一个大的面。那直列式就是要表示它的速度呢还是 OK 的，就是有到一个水准以上。对，就像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动画，当然就像其实这个我们已经让蛮多车友们看过，可是如果是刚加入我们直播的画面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来看一下，其实。整个集团就是要对抗风阻，让前面带头的人呢，要受比较多的力，比较辛苦，他们要带领整个集团来做前进。基本上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控制速度啦。那对抗这个风阻呢，在前面呢还是出力是最大的，所以呢，越到后面呢就越轻松。就蓝色是比较省力的部分。对，那像主集团呢跟在最后面的，它可以一直躲在这个蓝色区域啊，但是相对它也会损失很多的机会啊。是。那在这里就是要做进攻准备的时候呢，也许就会有一小部分的车手做集结，然后趁着风势，然后来做进攻，把整个集团带到比较难以施展拳脚的位置啊。对，因为这个空气阻力不单只是正面嘛，那有时候如果利用侧风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进攻时机。是，那因为风如果从左边过来的时候，我们往最右边骑，因为风从左边来的时候，你最好的跟随位置不是正后方，而是右后方。那就会形成这样子，像画面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比较斜线的方式。那我们前面就制成一个小组，然后自己这边可以做一个小的轮替。我至少在前面顶完之后，到后面还可以休息。但是后面的人呢，他就没办法了。对，而且速度一拉快的时候，如果你只要从集团里面，就刚这个画面的后段就有点像集团加速的时候有断层，是有开动以后呢，你受力的程度就跟前面的人是一样。对，那渐渐的就强弱就拉开了。那在领先这边也有可能会有这个关门的人啊。对，他主要是不让其他的队伍插进来。那这个可能会在等一下最后冲刺的时候会比较有这种机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那基本上不管是终点冲刺或者是中途的这个集团的行程呢，都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有关的。是。那其实我们说到这几天，尤其第一站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做最后终点的时候呢，会有列车阵。可是列车阵呢，通常整个车队里头算是主将，他不会在第一个位置，但也不会在最后一个位置，而是他在中间哦。对，如果以5位选手来讲的话，如果有这个列车能够维持到最后5个人，算是很强的队。环法赛也不见得常常到，但是通常他大概就会在第4或第3个位置。对，那因为第5位可能是一个关门的动作。
然后再让前面就会有那种抛弃式火箭一节一节拖。这个画面我们这几年看到最明显，除了在第一站之外，再来就是屏东站。屏东站最后，因为屏东站也基本上就会是一个比较像平路站，然后最后是集团冲刺，那个列车做出来的威力还蛮强大的。对，然后刚刚提到这个关门的动作，这个关门其实它并不是说在后面蛇形不让别人超越，不行这样，它多一个排位，但是如果旁边有一个列车再出来的时候，它不会突然的这么快超越。那这个时候，通常真正在集团里面，它是会喊出声音的，就是跟前面的喊说另外一列车来了。那这个时候传达资讯，对，甚至你的这个。有可能列车变成小组单兵作战，比如这其中一个利奥专门的带领冲刺手的这个破风手，是就带着主将换到别的列车去，就是有点搭顺风车。对，因为别的速度一出来的时候，你变成我们的最前面带头的破风手，表示速度已经不够了，那你就得再加速了。但是前面在顶的人其实通常这个时候已经消耗的差不多，所以。第2棒、第3棒可能他还有能力，所以破风手可能因为后面的一喊，他可能反应快的话，他接得上去。而且这种事情往往发生在最后的大概500公尺以内，就是电光火石啊，对，瞬间就没有错，移形换位就要完成。这个就是我们还是说啦，其实自由车比赛它是一个要成就团队的一个赛事，在中途会有很多。抛弃式火箭，当你的燃料消耗完的时候，你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那最后就是要拱一个人送到终点。好，目前这个集团看起来整个巡航的状态还蛮不错的。看他们的车辆的用车也都真的是蛮标准，只有前面带头的这个。选手用的是碟刹，是。那像刚才其实也有观众朋友在问这种一位选手车的这种价码，其实这种东西这几年一直有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讲啊，不太能够用一般消费者或者是平常没有在做自行车骑乘或者竞赛的这种观念来去评价一台车多少钱，因为。1分钱1分货，它可能会牵扯到它的效率，牵扯到它的重量，所以会有很大的差距。那当然，很明显的就是，它不可能用一台1-2千块的车来骑这种比赛嘛。对啊，平均单价大概以美元计价，大概就是8000到1万块美金，大概在这个阶段，会是比较长。在这种层级的，对，如果以比赛用的，其实比赛用的时候，这个区别其实又不同了。比如说，环法赛是世界这个 World Tour 的等级的，但是它其实到甚至像我们这种2点 Pro、2点 Continental， 它的差异不会太大。就是说只要一进到 UCI 比赛 level， 你要用的这个车辆的品质就是要这么高。我现在看到对，这时候第2个冲刺点。这个萨普拉队有机会啊，应该看起来会是萨普拉。他刚才骑的都有点好像快要掉队的感觉，这也是一个障眼法，在这一个冲刺点 ，power 还蛮强，而且进攻的距离蛮远的。对，这个从左弯进来之后还很长一段呢。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播的画面，看起来是萨普拉先压线，非常接近哦。对，也是推车动作都做出来了。刚才在 Radio 所得知，第1个通过第2冲刺点的是马来西亚萨普拉队背号95号的马库斯。好，这个吃完了，对于这个蓝山是没有影响的，所以相对中华队来说呢，就像阿凯所讲的啦，决胜点应该会是接下来今天的第1个登山点线山的部分。对，那通过了这个第2个冲刺点之后呢，慢慢大家就要往山里面走了。对。
所以目前的这种战况呢，就是两边平均均速巡航的情况，可以说选手在这个阶段就做一个准备啊。那为等一下的这个爬坡段呢，可以做一个调整。那目前两边的差距呢，已经快要接近到3分钟的一个差距啊。那么因为这个仙山的爬坡呢，跟昨天脚板山就不同了，它这个长度比较长，所以呢，可以大胆的放3分钟。如果爬坡能力，因为后面也有比较长的下坡可以来做追回的动作。对，但基本上应该在爬坡段就会想办法把前4位选手追下来，除非这4位选手里面有爬坡能力也很强的，对。但是我相信目前他们放他们走应该也盘算过，但是大家都经过昨天的脚板山的一个强度啦，但是脚板山的部分呢，就是真正的爬大概2-3公里，是，虽然它是堆叠累积上去的。现在看到成绩出来，在通过第一位通过第2冲刺点的是背号95号的马库斯，再来是背号51号来自于纽西兰黑虎车队的詹姆士，紧接着是背号31号来自于瑞典米捷亚车队的 Samuel， 第4位则是背号42号来自于澳洲圣托斯车队的艾登。那这4名车手呢，也是目前在领先集团的人哦。好，那现在主集团也开始通过这个，通过第2冲刺点，而且双方大约是有着3分钟的距离，将近2公里的差距。所以刚刚提到脚板山只是大概2-3公里的爬坡，但是这个仙山从这个冲刺点往上呢，其实就逐步往上。那大概有14公里，所以算是一个比较长的坡。是，所以基本上要大概30几分钟的这个能力。做一个高瓦的输出啊，所以对，其实就像寿恩哥讲的，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其实都可以。在网络上现在有很多资讯，你可以查到这些选手们的数据。那再加上现在有很多可以测量功率的东西，或者测量心跳的设备，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试试看，在安全没有太多状况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尝试看看你自己要喷这个时间，要喷这个心跳的时候，你可以跟多久？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智能训练台，它本身内建就是有这个瓦数输出的计算，而且很多训练台现在还可以模拟坡度。对，其实，在这样子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情况之下呢，一般车友想要体验这些实际的比赛路线，并不是就是越来越有机会。也许你要来这边浪漫台3线，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来，或者是没有那么有利的骑乘方式，就说我不可能一天有体力骑完，那我们可以分段骑嘛？那我们今天先骑个10公里、20公里，然后慢慢的累积下来，然后来做一种训练的模式。说不定你就说，我今天挑战一下，我只要骑仙山，我看一下这些选手们在仙山他们所的输出的 power， 或者是他们所用的时间，那你自己来骑乘，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对，所以这个就可能对于一般没有接触自己的运动员，大概比较不了解。我们一直在讲的功率瓦数，它的概念就是说，你选手踩踏板的这个施力的力量有多少，你现在可以利用很精确的这个物理计算，算出来说你消耗了多少的功。因为就物理来讲，我们有出力才会有移动速度嘛。那这个功的算法呢，就会变成是一种瓦数的算法。那有一个第一站也聊到，就是说这个1马力啊，对，1匹马，1匹马，这个1马力就是746瓦。所以呢，这些运动员在平常巡航的时候，大概都是在200-300瓦到300-400瓦这个阶段，就是以比较慢中速以上。那但是它这个瓦数呢，关系到说，既然是施力跟做功，那你承载的重量
特别在爬坡的时候就特别有影响。所以你的人的重量、车的重量，所以有的选手他是体型大，那体重重，可是他相对他的肌肉量也大，所以他能够输出也就大，所以他要维持在同样的一个速度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相反的去算法，就是把大家的条件怎么样变一致，所以就会有一个叫推力比的东西。那基本上这个推力比就是你的瓦数去除你的这个体重。所以像刚刚我举的例子，这个脚板山中根英登整趟的平均的瓦数输出是382瓦。那但是这个如果用在 Eric Young 身上，这就不是对他的速度可能就慢了，因为他的体重可能是80公斤，70几80。那但是中根英登只有55公斤，没错。所以两个相除之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就会不太一样。5.96，也就是说，它每公斤体重要推出5.96瓦。那这个叫做推力比。那我们一般就用这个参数，所以一般刚入门的大概从2瓦、2 WKG 的推力比，入门是差不多。其实你骑一日北高一路往南这样顺风的话，搭着顺风车，大概其实真的输出并不是很高，大概就是140到200这中间应该都足够。那这样子只是说它的时间很长，它是考验超耐力。对啊，那但是选手来做这些训练跟比赛的时候，他的条件就不是这样。他们要在如果压缩时间来完成这个赛段。对，所以在目前很多的数据上，其实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能力跟表现，而且相对应来讲，这些路段你跑过，那透过这些 GPS 的码表，它会记录到你的功率，然后你上传之后呢，这些东西你可以作为整个的比较。所以我们一般来看就是有2个点，第一个是整体平均所以我们会参考说，去年这一站骑多少时间？好像昨天那一站虽然慢了5分钟，但是基本上以这么长的距离只差5分钟不算太多，就水准基本上是相同。但是这里面的间歇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就我们值跟量嘛，对，量是差不多，那值就会去看这些举起你的右手，然后也来判断说这些选手举起你的左手，近况如何。我们看到这个举起你的双手，小朋友，也穿着这个应该是原住民的传统服饰哦。举起你的右手，举起你的左手，举起你的双手，非常可爱哦。加油，加油，加油！好，先休息一下。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幼稚园应该是快要到了南庄这边啊。那南庄在这里呢，有分别集结像是南庄乡公所、原住民文化艺术协会国立联合大学文化观光产业学系的这些学生以及民众来一起为比赛的选手加油。等一下沿途呢还会经过蓬莱溪自然生态园区，这里的护渔步道呢是非常的有名，除了保留了自然生态之美，然后也是观光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哦。接下来还会像刚才我们看到，应该是蓬莱国小，还有狮潭乡公所以及狮潭国小。这都是整个苗栗非常整个台三线非常有名的一些景点啊。那杨教练都会讲到那个南庄的桂花酿哦，这也是非常有名的美食。经过南庄也代表着距离今天第一个登山点不远哦。目前这一段呢，这个还是算比较在一个峡谷中，因为这里台三线也被称之为内山公路嘛，那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往山里头走，这也是台三线比较难度高的地方。那像说那个就是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数据辅助，你可以知道你自己骑乘的什么瓦数啊，整个推力比这些东西，在过去没有这些高科技设备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评估自己的状态，甚至于说，假如今天骑完，你要去怎么像做检讨，或者是说会不会有时候有一些我骑完好像我没有用尽全力的那种感觉。
这都应该都是经验的。就也有一些数据啦。那以前的数据就是最基本就是你的量嘛。是你的公里数的量要练到多少？那这个基本，然后慢慢才加入说，比如说心跳，然后后来有一些心跳的记录的工具，可以分析一些东西，所以资讯越来越多，然后再来就是踩踏的回转，对，那这些东西再进来到现在的功率，然后这些东西互相的交替的反复计算，参数越多的时候越能够分析到越精细了，所以。现在来讲的科技是比以前要方便很多，甚至很多素人车手，自己只要参懂就是这些原理的话，他锁定他的目标，他也可以定他很好的一个训练计划。那以前我们就是通常就是大训练量，用量去填，以量取胜，对不对？就是可能骑乘的距离要长。对，常常做这种环台赛的准备跑一场环台赛，我们要先环岛大概5次。就是连比赛那次大概就是5次，有时候是6次。那有时候是像西部比较方便的话，我们会去爬山。对，3天的4天的模拟战，去做一个整个实地的演练就骑。那就连续3天4天这样骑，所以这个加总的量也不小。那在过程中当然状态起起伏伏，但教练就是不管嘛，反正你们几个就是自己变成一个小的模拟考也好，你要经过这些大考，你就先有小考、模拟考，再到大考。那当然，其实因为自己台湾选手在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的主场啊，有更多的机会去做一些实战。对啊，所以这个考题都摊开给你看了嘛。对，就是 open book， 对啊，就是你愿意付出，就像人家 open book， 或者是已经知道考古题给你，你到底要不要自己去背这些答案的这种概念哦。所以以前对于这种强弱的调整啊，观念上比较没有这么大的理解。当然比赛前会减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你过程中能骑就尽量练，能练就一直练，然后状态就自行的去做一些调整。好，刚才有消息传来，又有3名的车手做突围，分别是背号45号来自于澳洲圣托斯车队的 Samuel， 背号52号来自于纽西兰黑服中队的海登，以及背号163号来自于柬埔寨车队的罗曼。看起来都是属于强的，因为毕竟目前到这个登山点呢，距离越来越近了。这都是还有机会来在最后终点冲刺做竞争的。因为从地势上来看，现在看起来就是已经逐步的是缓坡了。那虽然这个坡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因为前面消耗比较大，那一直累积，所以呢，这个有能力的选手自然就会利用这个小的缓坡，慢慢就往前，甚至就发动一些更强力的一个追赶。看到选手们在前面领先集团也有抽车这样子的动作啊。他这个还没有到攻击啦，他就是只是把强度慢慢给加上去。有一点状况，应该是机械故障。所以这个还好，大家都闪过。因为也是在上坡啦，他的反应速度可以比较不会那么紧急。这边前面已经开始有一段小陡坡了，8.3%。那还是可以做维持很顺畅的踩踏频率。这个爬坡的路线啊，有时候跟路宽呢，在视觉上会有一些感觉，是体感上会不同。路很宽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没有很陡，但是如果是路窄的时候，同样的坡度你就觉得它很陡。对，所以这个视野的差别就对了。那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个路线呢，也慢慢的收窄了。相对在这个公路的这个开拓上面呢，本来就是你越到
这个海拔高山的时候，你要把路做宽是越不容易啊。当然，对，那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比较体重重的人来说，只要稍微的缓坡就是一个难过啊。对，因为我们这个在界定上呢，大概属于3%的爬升率以下的话，就算缓坡。那3到6差不多是一个正常的坡度。是。那6以上，我们就比较归类在陡坡了。所以你会看到路牌啊，就算你开车，你会看到前有陡坡、险升坡7%。是。那基本上你比较不会看到说5%、3%叫险升坡嘛？了解。那现在可以看到坡度比哦，现在已经来到7%哦，就像收成哥讲的，这就是有点险升坡的概念了。对，越是到这种陡坡的时候呢，体重的那个负荷跟差异就越会显现出来。是，即使2个人体脂率都很低，但是有的是壮硕型的大个子的，但是它的这个耗氧跟负荷，就会两者就相对的就会有不同。而且我们刚刚讲说平路的时候，主要的阻抗在风阻，对，那身体占的受风面大概70%。那爬坡的时候就是地心引力，对，要对抗的是90%的是地心引力。这个时候风阻就不是这么大的影响，大概基本上时速在25到30以上，风阻才会有它的影响。对，因为大家是比较那个最近流行就关注的那个话题，那个马拉松要破2小时嘛，对，那个记录是很惊人的，所以他们才开始有这个阵型的概念，因为他们的速度其实没有到那么快，所以空气阻力对他们的阻力其实没有那么大，对，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们还是有队形，很短长的人来说，还是面积比较大，所以跑步对抗的就不是空气阻力，因为它的速度是，但它的速度也慢的。都现在已经破20几了。对啊，所以还蛮夸张的。所以自行车来讲的话，我们界定一般就是大概时速，但是你看哦，有些缓坡，他们也可以骑到30以上哦。对，就是其实对于这种有练过的练家子们来说呢，缓坡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跟平路差不多的那种概念。所以这时候地形的变化掺杂这些因素的时候，就有点各个要准备的部分跟关注的点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甚至车辆的部分也有爬坡型的车跟这个空力车，对，空力车是针对平路的这种车款的这些设计。所以收成哥，像你们以前在骑环南赛，他会准备那么多的，应该不太容易会准备不同的车款的。没有，对，就是一台到底。等我们要直播，太讲就我们要直播爆炸洗啊，那个钢管车就跟你拼到底了。对啊。所以其实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如果以机械部分来说，它当然是让选手们越来越有力嘛。那当然就是变成选手们的本身也更重要。哇，加油团！我这个妹妹有点不知所措。哇，你看这中华队成绩好的时候，当然这种很多可以吸引很多车迷朋友出来啊。这个好像他们之前应该是穿恐龙装，今年没有穿恐龙装。最近的这种可能出界率比较高哦。那当然，其实真的沿途就有很多的车迷朋友就已经知道哪个点啊，因为这里就是台湾自己大家可能平常很常在骑的一些地方，他们就知道哪个点去卡位可以看到最棒的赛况。对。就刚刚提到以前的器材，就是车架没有什么改变，然后后来慢慢就有轮组，就是板轮高框的，那时候还用铝合金的，是，那现在都是高框板轮碳纤维。但是时代的进步，我现在又有点万流归宗。我刚刚讲到就是空力车跟爬坡型的车，因为以前爬坡我们要车子轻嘛，对，所以大概还是，但是再怎么轻就6.8公斤，是。但是现在空力车它越做越轻。所以基本上爬坡车的需求好像又不太需要，又合在一起了，又可以共用了。就说我是空力车，可是我也很轻的话，我就不需要再发展轻量的车款。是，可是这个
在有人会提到，即使是同样的车款，在做爬坡，如果今天是长坡，你的 fitting 的设定会不会跟做平路也会有一点点的差异？会有一些差异啊，但是这个跟选手本身的那个怎么讲，特性跟习惯哦有差异。那通常我们以前的比赛多日的时候呢，在骑乘了1-2天之后啊，会把这个坐垫稍微调低一点点。是，所以这个也可以给各位爱好者参考一下。如果当你的这个肌群连续骑，然后疲劳的时候，是，当然我们有一个最佳踩踏的一个坐垫高度的效率，但是这个是最佳嘛。所以你有时候当你已经疲劳了，你可以试试看把坐垫稍微降低一点，大概是2 mm 到半公分这个调整，去试看看。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肉的整个角度跟舒缓会比较好一点，因为特别是有的像这个骑的会这个膝盖痛啊，对啊，那然后说 ITB 这边会很紧啊，这些都会有一些关联。是。那当然，详细的 fitting 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去做。特别是为什么我们像看到现在的选手他们穿的鞋子，他们的鞋子跟踏板是卡踏。对，除了施力是比较好一些之外，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你的踩踏的位置是固定。是。那这样固定之后呢，你每一次踩踏你不会滑动。那但是我知道很多的爱好者他还是穿球鞋踩平面的，因为怕这个红绿灯停车的时候不方便。那这个时候的踩踏点就蛮重要的，因为它会一直处在滑动的状态。对。那因为这个踩踏点如果设定的不好的话，你的这个靠近膝盖这边的所谓的 ITB 髂胫束的拉紧的问题就会很大，而且有什么内八、外八，这就很多啦。对，所以就需要去专业的 fitting 呢，才能够得到这些资讯。现在看到好像集团前面小小的一点点动作，但是目前看他刚刚时间已经拉开到3分钟了，就是3分15秒。集团跟领先集团是距离比较远一点的啦，中间应该还有其他选手。因为看起来主集团这边就顺顺的带过，但我想这边应该强度开始要拉的感觉，就是看看最好的 timing， 因为你如果太早把领先集团追回来，只是增加自己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到时候整个集团里头会有更大的乱斗出现。这就考验说前面的在跑的兔子集团，其实大家的实力也都不算太差。是。那这边真正到最后谁能够脱颖而出？但是我相信今天大家最后的各队的期望有竞争力度，还是希望整个队伍是缩小，是就先瘦身过之后，把这个集团人数减少之后呢，让优秀的选手呢获得更大的这个领先差距啊。对，因为如果是这样太多整个大集团进去的话，变数太多。因为这里面隐藏的搞不好是有冲刺能力很好的，后面2站要冲减秒啊，要冲单站啊，这个威胁性就来了。那防守就增加很多的困难。所以要善于用自己的优势啊，是爬坡优势去发挥。目前领先集团刚才跟主集团得知的数据其实相差不会太多，因为在爬坡的时候，我们大概1公里的这个耗费的时间，它要等于平路的3公里。大概基本上大概的抓是这样，所以很快呢，它有办法去缩短这个差距。是。那特别是体力的消耗上面呢，也消耗了一段。可是在这个时候，就像寿珍哥有提到，它不会有太多挡风的效果，对，主要还是个人能力的展现啊。这个时候跟在前面带跟在后面呢，其实那个体能的付出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你心里的那个压力是不太一样的。那领先集团跟主集团之间其实距离有拉近哦，从原本大约4分钟，现在已经缩小不到2分钟了。不要看这个主集团好像骑起来很惬意哦，那个你要在大概3%到6%的
距离，你要维持大概平均20公里左右的速度啦。因为这距离有一点差距了，主集团的真正陡的这一段还没来，所以到再往前一点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陡坡。不过刚刚看到集团后方的有些选手已经这个摆动的很大，是很辛苦了。对啊，甚至要站起来。对，这个。那这个其实也是最近几年大家有看那个标速宅男哦，很多车友在也许过去没有接触到自由车的观众朋友们，然后他说为什么脚踏车要站起来踩？那你就坐着踩不就好了吗？站起来踩好像以前小时候大家就会觉得站起来抽车很帅，然后很简单，后来真正自己骑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站起来抽车是有这样子特别的意义啊！他不是站起来帅而已啊！可以看到整个，这不是右金车队怎么？上面右金车队跟中华队一起加油。他们在登山点这边等待。所以呢，在国外的大环赛，常常看到就是观众很多都是在登山点，因为这是最陡坡的地方，等于选手的速度不会最快，你可以看他的时间最久。你如果在冲刺点咻，没了。对，那甚至在陡坡的时候，你用跑的还可以陪他跑一段。没错。不过今天在主集团这边人数比较多，大概只能跟领先集团稍微小跑一下。在前面有看到右金车队，左边好像有看到阿凯往前哦。对，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前方的这个主控权还是会比较好，是因为反应也会比较快一点。万一有什么前面的人加速啊，但是目前看起来这种爬坡比较不会有突然的加速。是在爬坡的时候的甩开对手的策略，大部分还是用一种慢慢加压，把速度提高，一次一次慢慢累积，它不会一次到底，因为自己消耗也太大。而且可以利用地形，那很大部分的爬坡路的建造，大部分都是阶梯状，就说陡一段平一段，陡一段平一段，然后慢慢的去上，所以可能6%的坡完一个陡坡之后，接个大概4%、3%的这种阶梯形式，然后有时候是蜿蜒的，弯角的时候内角又比较陡，但是比较快，所以就是利用这些小的地形啊，去不断的给对手来加压。当然你本身要有一定的能力，对。所以我们昨天有看到这个叫拉爆，前面的你是带，对，然后后面就自己跟不上就爆掉了。那这个爬坡呢，也是风险，就是要自爆，自己觉得很厉害，在前面一直带，结果最后爆掉了。没错，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真的就是说，其实过去可能是从感觉，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可是现在有心跳表，然后有这个等于功率计，它可以给更多的数字，让骑乘的选手或者是车友们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跟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里。对，这个就在像这些坡的时候的参考但有些教练是反过来了，他让就是你不要选手看这么多了，先爆了再说，你就尽力啊。然后因为对手就是这样，如果有时候你设限，特别是像如果是看心跳的话，那心跳的波动有可能因为睡眠啊，因为你的饮食啊，紧张感就会特别不准。所以有的选手是敏感型的，他觉得今天我好像比较累，然后我的体感觉得一看哇心跳又超标，他就自己退缩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教练反而在某些关键的时候，他选手不用看这么多，就是想办法跟上就对了。了解。那数据的话，就收集回去再来分析，就等教练自己看就好。对，因为这个你到底尽力了没尽力了，所以现在的教练也很方便呢。你选手有偷懒，还是怎么样？就掌握度很高。对啊，你骑去哪里，这个 GPS 都有记录。这个平常这个训练的路线怎么多跑了到哪里，或是少跑？这里今天的第一个登山点，经过了。接下来难的来了哦，因为过了登山点的下坡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主集团并没有在登山点之前把他们抓回来，而且这个萨普拉看起来对又能冲平路，对，还要冲登山点。这时候奥地利绿高车队在主集团的前方领旗。不过呢，这个因为是一级爬坡，这个后面还有一些分数啊，是主集团应该还要再拼一下哦。那一级坡的分数还蛮高的，第一个通过有15分，再来是12分、10分、8分、6分、4分、2分以及1分。然后扣掉前4名，主集团当中会有6、4、2、1这4个分数哦。要看看董俊凯有没有办法在这里添分数。看到，看起来没有看到阿凯的身影。第一个通过的是柬埔寨车队，这个应该是刚刚中间有一个小的追赶集团啊，所以主集团的话大概就是求稳。是。这里就是我们这几年看到仙山非常难度高，而且速度很快的下坡路段。这个路线很重要，这个法家湾来了。集团到这边就真的是要很小心。切对角线的下坡方式，也因为这样子的权限管制才有办法做到啊。目前呢，离终点呢还有67公里。如果这一段下坡的这个距离呢，应该也是蛮长一段的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这种长下坡的时候，基本上体力的消耗就等于是前面爬坡爬得那么辛苦，对。那虽然距离还有67公里，这个就等于是一个过渡的距离了，所以真正的离终点的距离呢，可能变成说下完坡之后的这一段才做计算。那当然，这一个地方也还是属于技巧的考验。对，我们从这个空拍镜头可以看到，仙山接下来所面临的不止上坡之外，连续的法夹弯也是对选手来说很大的考验，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要很专注的。对，因为技巧的考验，他虽然体力没什么负荷，但是专注力跟技巧这一段考验你过不去，就连完成都没办法完成，讲难听就是摔车了。是，对啊，所以各种不同的能力综合起来。对。然后在这里，主集团也经过了登山点。这个登山点看起来的要等最后成绩来再做一个计算。是，那现在得知第一个通过登山点是背号95号，来自于马来西亚萨普拉队的马库斯哦，然后紧接着是背号31号，来自于米吉亚车队的 Samuel， 以及背号51号来自于纽西兰黑服车队的詹姆士。都是在一路保持在前方领先集团的车手。从空拍这个画面，经过仙山这个非常漂亮的风景区，速度很快哦，在下坡的路段。这个登山王的这个通过这点，95号在目前的登山王排名还有1分的积分，是，所以加上刚刚这个15分，目前他有可能跳上去哦。但是还要看，对，因为最后总结啦，还要看后面我们还有鲤鱼潭，还有一个这个爬坡哦。但是登山王他这个，如果他的目标锁定是登山王，他肯定要策动这个集团哦，一直维持到他把下一个登山点呢当做他的终点在骑。因为如果是把目标锁定在登山王的话，后面我们有说了，后面的就可能是4级坡、3级坡，它的分数没有那么高，而且它是比较有可能是集团，或者是说放
关的兔子出去，是那比较好控。那所以呢，现在下一个爬坡的这个二级坡的登山点呢，就是关键了。如果这个95号选手呢，再持续可以吃到10分的积分，对，那就有可能就是提前封王都有可能。因为今年红点山竞争也很激烈啊。对啊，但是这一个点呢，鲤鱼潭其实离终点也不是很远的，所以呢，他最后会不会让兔子跑掉，或者是要追回来？我相信去年好像是过了之后才把对，因为一些集团吞掉。这个坡呢，可能可以产生一个小的分裂，但是它离终点还有18公里，所以这是现在要看主集团里面，主集团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这么早的去把这个集团缩小，集团缩小去分化，所以看起来今天的战局就是会比较到后面，甚至于要大家一起来厮杀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气温开始提高啊，是这些欧美选手开始受不了，对，反倒是那个平常有在东南亚活动的这些车手们比较适应。看到这个下坡的路段，这是主集团在做仙山之后的下坡。当然会在下坡路段，因为人数也比较多，它会散得比较开哦。这个时候在集团里面的下坡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会真的是风险蛮高的。因为你大部分还是同样的好的路线，就是那一条而已。那如果前面人走错线，你对跟错人的话就比较糟糕。而且现在的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是碟刹。那碟刹的选手，他跟那个 C 甲的路线又不太一样。他可以应该是路线是一样，但是他可以到进弯前最后一刻再刹车。对啊，所以这个晚刹车1秒，但是你后面的人，如果你跟着太顺了，你没有注意到你这个刹停的距离是比较长的话，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状况。是。那这个还是会牵扯到设备的等级跟选择是不太一样的。不过还好，这个环台赛每年在这个季节，特别是到中南部，天气都还算稳定。对。如果是下雨天要过这些弯啊，这个差异就更大。没错，而且风险会比较高一些。其实这几年这样环台赛看下来，很长就是我们在第1站都还穿着外套，然后到了第4站之后，或者第3站开始就开始慢慢脱外套哦，就要换短裤。差不多这个概念，要往国境之南走啊。那尤其在台三线这边，一口气跨了3个县市，就会让这些车手们慢慢感受到台湾的热情。在目前领先集团还是由4名的车手所组成。虽然刚刚这个仙山这个领先集团有点下坡告一段落，但是丘陵还是不断的来啊。接下来还有第2个的爬坡点呢。我现在关键应该是后面的中间的这个追击的4人是这些时间差呢，因为在山区呢，可能这时间差比较没那么快的回报。孙哥在这种时候，我们讲这个要 bridge 上去的人，在平路比较难过，还是在山区比较难过？山区平路的话，至少还可以合作。山区的话，如果你爬坡能力好，当然是维持一个数，但就会变成集团里面，我们一般会讲说，好像集团里面有一个
队长一样。那通常能力好的他就是有办法往前带，但是你如果爬坡能力不好，在这集团里面你会很辛苦。OK， 对，因为你省不到集团的。集团没办法给你什么省力的帮助，但是你又得跟着上去，是，然后到平路的时候，大家一样还是得轮嘛，是，所以这种追赶集团的情况呢，它的强弱，但是领头的为什么叫队长呢？我太早把你拉爆，对啊，对，也对自己也不是好事，因为后面还是需要大家来合作。但是你真正太弱也没办法，对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跟同队的那个情况又不太一样。哦，是。对啊，虽然我们是同一组，但是真的没办法。所以像环法赛，常常也看到带到后面就是对，还是要舍弃掉一些人。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兔子集团，譬如如果是人数多一点的兔子集团，最后再分裂，对，就是个人能力的差别。就像说，因为他认为这个集团的平均速度已经不够了，那我是这集团里面比较优秀的，再照这个配速跑，我们一定被吃掉，所以我就必须加速，就像台北站的12人变3人，是因为他们还想再试，所以他们就会往前跑。了解。那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时间差，基本上就继续维持。是。那目前来说还是这样的状态，而且在领先集团的目前4人小组哦，战力好像还蛮平均的，整个的踩踏频率啊，整个行进速度，哦，这时候就说着，有点要开掉了哦，前面有人喷出去了，哎，哇，是机械故障吗？感觉是那个变速。该不会是电变有状况吗？这是马来西亚萨普拉队的车手马库斯，还是相当的稳。他可能有跟其他的先打个招呼，去前面调整一下他的这个车辆，还是怎么样？是，哦，有举手哦，应该有可能是有状况。他在使用这个加大导轮啊，没错，对车上来了。现在要来看一下马库斯是车辆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来做紧急的调整。好，机械式换轮胎。哦，这里。哇！在换轮胎被追击小组给追上来，很急哦。这个选手都这样啦，选手很急，这个想要赶上这个领先集团，因为好不容易维持住的成绩，而且在登山积分上现在还蛮有优势的。对，他占据领先啊，现在这情况，因为这个点。也是蛮辛苦，马上进隧道，然后要下坡的感觉、啊。是。我刚刚看他这个好像也不是爆胎，有可能是跳齿还是怎么样的状况。是。可是跳齿的话，换轮组会有差吗？因为是在后轮的这个链条跟齿轮之间的这个可能配合上没有那么理想。对，有时候不是说变速没调准，是。齿轮的上下，那这个跳齿是有可能是磨耗，甚至是有可能是飞轮，如果是没有锁紧的话，它就是也会有些不顺。是，那具体什么情况，可能是要赛后才有办法去了解。好，在主集团这边是也有稍微的各车队来做集结啊，在最前面领骑的是奥地绿高车队。还是比较直列式，而中华队在比赛整个集团的后方，这边一定要咬住啊！因为呢，距离终点呢还有蛮长的一段距离。那接下去其实再多咬几公里，就只是一小段，可能就是要到更长的一个下坡，可以做一些恢复。是，因为如果阿凯要拼蓝山，甚至于进攻黄山的话，还是需要队友来做协助哦。因为
最后关头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有一些队友。对，因为如果真的是比较像是集团这样子来冲终点的话，有没有列车就很重要了。好，我们看到马库斯已经要追上了前面的领先集团。现在领先集团的人数就多了哦。对，就8位选手，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就是平路带丘陵，那个8个人的合作呢，会比较有杀伤力。而且8位里面好像看起来实力都蛮坚强。不只能跑，还能爬山啊。目前的时间差大概是不到1分钟哦。是，会不会在第2个登山点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原本预期他有可能会在第1个登山点之前把领先集团咬回来，但是主集团没有那么做，就看第2个登山点。其实第2个登山点过了，还有蛮长的一段路啦。对，大概还有18公里左右。不过主集团刚刚在第1个这个爬坡点，并没有特别的加速跟尝试进攻。大家的盘算呢，好像变成说流利到最后。是。也可能就是前面的这个跑的选手的实力也蛮强的，也不急着在这时候消耗太多。那如果这样子大家都孤注一掷，把目标摆在终点的话，其实最后的冲线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团队，还是讲到团队战力啊。你在这8人、9人领先集团中，如果有一个自己的队友的话，你占的优势还是大一些。是。目前领先集团一共有9名的车手，那原本有跟上来背号45号，来自于澳洲圣多斯车队的 Samuel 则是掉队了。这是主集团后方的画面，在整个下坡是速度很快的。因为主集团来做追赶的时候，就像即使台北站的时候，最后10公里差45秒也是可以追回来。对。所以他们在控制这个距离的时候呢，还是会变成一个自行车惯用的一个习惯啊。怎么样用最省力的方法？是，对啊，我不用在那么前面，然后追回来，又制造不必要的进攻啊。算得刚刚好就好了。那个 timing 要算啊，因为其实，在经过前面那么长的这个骑程之后，大家的燃料都会有消耗哦。因为多日赛，特别是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因为后面还有2站，对，所以我不可能这一站呢把东西全部燃烧掉。对，即便说赛后还是有休息啊、恢复啊，明天早上这个9点多再来，再继续比，中间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呢，整体这个恢复的能力，还有说实在你很难恢复到100%。对，就是每天会消耗，可能第1天你是100%，对，第2天你最多恢复顶多就90%，然后只会越来越少而已。这个回血的概念，对，没错。所以要怎么样有效利用剩余的血量哦，就是大家一大的考验。透过空拍镜头可以看到，台山线真的，如果是大家来做比较休闲慢活这样子的旅途的话，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路段啊，很舒服哦。所以我们看到这
边是空拍的画面，因为当然在台山线，我觉得难度比较高，会有一些讯号没有那么稳定的状态，也是要请各位观众朋友们稍微体谅啊。因为台湾这个山区路段收讯没有那么的理想哦，那不管在讯号传输也是需要这些网路，那这几年是用这个4G 包来做克服，也许说不定未来5G 时代即将来临，就有机会提供各位观众朋友们更高品质、更顺畅的比赛画面。领先集团如果让他们继续这样子跑的话，杀伤力会大，因为这种跑，圣多斯车队又回来了哦。刚才说他掉队，现在又回来了。那你可以看他的动作已经是比较累，手撑的，然后肩膀已经耸起来，是这是一个比较疲劳的一个状态。其实这几年如果有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可以比较知道什么样子的状态是选手比较疲惫的。对，就是你可能身体比较僵硬，或者是你一直在扭动身体的时候，就是比较疲惫的状态。抬头一看，前面又是缓缓的坡，没有错。这骑车最难过的就是峰峰相连到天边那个概念啊。不过圣托斯在这边有2位选手好，他们的对车也上来，要来帮他们进行补给。哇，这时候 Sticky Paddle 就很有用，拉一把。对，这个水壶，说着，好，这个还算 OK。对，再来一个。对，你抓得到我，我还要水，我抓一下，我放一下那个概念。好，换另外一个。那当然，这种就是寿生哥提到的这个灰色地带啦。对，你不要太过分，其实都是可以在容许的范围。对，因为他这个丘陵就跟昨天讲，轮车轮到你刚好是下坡。哇，这个很棒哦，就是运动家精神啊，就是因为毕竟大家在这个领先集团当中也是现在属于合作的状态。那自己的队车没有办法赶上来的情况之下，如果其他车队愿意帮忙，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运动家精神表现嘛。对，但是在大赛里面比较看不到这样的画面。对，一般他们不拿别队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他帮你调了什么东西。对。那因为这个赛后也还是有药检的，这个比较敏感。是。那通常比赛的药检规定呢，就是黄山是每天都要验。是。然后单站前三名，然后另外还有几位是出发之后才抽号码，就是对车才公布。今天要，所以就是随机的，是，所以呢，这个有些时候你万一拿了这些东西喝，然后说不清，真的出了什么状况，说不定那个口味不同，像以前如果拿到韩国队有人参茶或者是那个泡菜口味，可能吃不习惯哦。那当然这是开玩笑话，当然就像寿文哥讲的，你不知道他在里头是加了什么样的东西，那通常比较不会啦。顶多就是，如果他确定他拿到的是纯水，那当然是没有问题。所以这时候反而有些给的话，就给那种瓶装没开封的，没开封的瓶装水给他，或者是那种铝罐的饮料、可乐，对。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赛况的形式呢，到后段就有点像是标准的长途公路赛的消耗战了。是，因为目前呢比赛已经进行了超过100公里了。其实，在刚才也有看到互相分享水这样子的状态，因为目前看来这个领先集团人数不多，然后也有机会对整个赛况造成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对，而且这种丘陵呢就是这样，爬坡的时候可能大家蛮辛苦的，是因为是你要跟着那个能力最好的队长的节奏去走。但是经过下坡之后呢，一段稍微回血一下，喝个饮料，吃个补给，然后可以大家一起冲。对，然后就到了经过下坡在平路的时候，而且特别我们这个基本上这个季节风向还算不会太乱，对，不会太乱，大部分就是北往南的顺风的情况。
那这样子在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在平路上其实大家的能力就又恢复之后，所以目前这个领先群呢，对主集团还是有一点威胁跟杀伤力。因为你看现在这样子9个人合在一起，10个人，如果刚好刚才这个圣斗士车队的车手回来的话，现在领先集团10个人的话，他们均速已经超过40公里哦。对，而且目前呢，离终点呢只剩下50公里啊，而且目前比赛进行的时间是2小时30分。是。那我们参考去年在这一站的时间是3小时49分跑完，所以等于大概还有1个小时多一点点。1小时19分要跑50公里，当然中间还有一些爬坡啦。对。但是我觉得今年这一段的速度可能又会比去年快。不过当然，因为现在那个有点出太阳啊，气温也会随着提升一点哦，这当然也会对整个比赛的状况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有时候这种比赛的情况呢，虽然我们看选手之间还分享这些补给品啊，我觉得这个在大赛比较看不到，因为甚至他们有补给品有赞助商哦，是不能随便乱拿，对啊。那在领先集团这边就是开始有一些练式轮车的动作，当然也希望在进山之前可以尽量，就第2个爬坡点之前呢，可以尽量把整个距离给拉开啊。这就有点像第一站的这个12人集团的这种威胁力，因为人多真的好办事，没有错。所以9个选手在前面的时候，这个速度能够维持得不错。而且现在都还算是比较平路的赛段，那当然进山之后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那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主集团的这个队形啊，哪些队要出来啊，这个关键影响更大。好，现在看到吴志浩，对，再一次的来担任水蜈蚣。是撒油。对，也需要接冰水。对，因为现在的气温还蛮高的。现在时间差剩2分钟，出来，这边就是一个比较两边都是一个平稳行进的状态了。可以看到领先群的速度呢，完全并不慢哦。好，在平路的赛段，当然也会有这个定点补给的状态。好，补给完定点，要赶快回到队车上。很忙哦，其实队车里头，我们一直在说，队车很忙啊。机械室，然后教练团，其实大家都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再来执行。而且这个时间点做定点补给也是有点尴尬，因为正是有点在追击的感觉。对，正是在追击的紧要关头，然后多塞几个补给带给主集团，大家吃吃喝喝又慢了。对，所以看起来好像前面的选手并没有拿这些补给。因为本来如果是兔子是离比较开，或者是没有那么大追击意愿，在这个比较平路的赛段是可以来进行这个定点补给的。不过今年因为整个主集团人数呢比较少一点，对，少一点，所以对车补给上面可能也都足够。是。那像现在目前的这个运动时间，已经比赛进行时间超过2个小时，对，2小时半了。所以整个的补给的需求呢，其实会越来越大。对，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他不是饿了才吃东西，渴了才喝水哦，他是要一直持续的进食跟饮水。那当然，你在所消耗的时间越长，你的身体消耗量一定是越来越大。你要补回去，要让它回血是越来越辛苦的。所以这些已经进入到耐力的阶段，这就是靠平常的训练量去创造出你这个耐受度嘛。但是吃喝还是得吃喝，不然的话后面更无以为继了。对。看
看到这个穿着紫色车衣的是西班牙布尔格队。在做补给的过程当中，当然也要做一些跟教练团通讯啊，或者是参考。我们看到了黄山莱恩，目前看来好像在比较领先的位置哦，在这个主集团这边，主集团也是拉成一条直线来进行。对，所以这个时候在后面补给的其实特别辛苦啊，因为前面已经在进行追击了，那后面又要补啊，补完就是你拿完东西，甚至水壶弓，你还要再往前到这个比较前段班的位置来帮大家做补给啊。哇，这个笔直的道路啊，其实选手是全线管制，是。这真的是环台赛这几年在浪漫台三线给选手一个非常舒适的比赛环境啊！这个应该是看得连观众、车迷朋友都很向往。对，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骑这么一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外有些很多活动啊，大家都乐于去参加。是因为你要这个。只有这种办活动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参与，说全程有这种交管啊，然后去体验。对，这种非常安全而且舒适的比赛环境。对，然后平常的训练如果稍微有点这个程度的话呢，你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挑战的过程。那不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线上打电动。对，这几年大家也是非常流行的，你可能透过网络可以跟世界上很多不同的自行车同好，或者是甚至选手一同来骑乘世界很多的知名赛段。在领先的集团当中，看到这边的速度真的也不慢啊。对啊，这个情况真的是会对主集团开始威胁越来越大。这时候就会开始分析说，领先群里面的人是哪些，到底是谁？哪些队伍？哪些强队呢？还没有在里面。可以看出来，西班牙的这个富尔格是好像有在里面哦，有一位吧。那也有马来西亚萨普拉队，然后柬埔寨队，南非职业队的。那以后也有右金车队，那可能看右金车队会不会是日本人哦，这要小心一点。主集团持续是在做追赶的动作，相差大约2分钟。目前也。这个中午放饭时间，线上人数有多少？那个阿凯跟彭元堂，对哦，周文哥他突然提到，我们不知道线上人数快要到最后，现在是8800，好像还不够力哦，大家不想要这个中午放饭的啊？对啊，今天是送给大家蓝山的小熊哦，我们希望蓝山小熊今年是。签上冯俊凯的名字，多一只哦，亚洲蓝山。所以，请各位观众朋友们要加油一下。还是你要不要趁现在先去那个留言一下？对，我现在趁现在留，我还有机会抽，对不对？对。那要参加抽奖的呢，就到这个官方的粉丝团，对。可以搜寻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或者是 Tour de Taiwan。然后当然最重要是你要突破门槛嘛，你要在线观看要达到1万人的门槛，才有这样子可以抽奖的资格。所以如果有在观看的观众朋友们呢，赶快把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拉进来，一起欣赏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因为现在看到彭俊凯的蓝山保卫战啊，在今天也是相当重要的。
阿凯拿着这个罐装饮料哦，补给。不过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战况到目前这样子的方式呢，其实对王俊凯应该是相对有利的。是，因为前段看起来他也是属于一种比较保留。那加上，所以像昨天脚板山的强度，它可以承受到这么高的时候，那如果后面这一段呢，现在关键就是这一段到鲤鱼潭这个爬坡，是如果能够一样是一个分裂成一个适当大小能力旗鼓相当的这些集团的话呢，那对他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优势。加上如果彭元堂也可以在里面，是就等于说有一个可以带着。对他如果又有去年的这个好的状态的话呢，这有点双保险的概念。对，那这样子对中华队来讲是优势，因为前面我们并没有太大，就消耗不算太大。是，对。而且目前看来，刚才在画面中里头可以看到，中华队的5名车手是目前聚集在一起的，要做一些反应，是有比较多的人数优势。这是在主集团前方的位置，澳洲圣乔治车队。当然，他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捍卫黄山呐。我看到这个粉丝专页留言600多则，大家都要来抽奖，真的，赶快留一下。不过除了这个小熊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抽奖啊，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环台赛的粉丝专页看一下。那最重要的就是直播人数要突破1万人，我想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要看大家够不够努力啊。那么目前呢，比赛距离终点呢还有42公里，基本上这个比较接近，属于算是体能最后阶段的射程范围之内了。可是这中间还暗藏一个登山点哦。但有上就有下啦，没有关系。所以到最后这阶段，而且这个坡只是3级坡，所以并不算太难的啦。只是说这个过去之后呢，比较激烈或是集结的时间点要如何？对，怎么去缩短这个差距啊？那么现在呢，我相信领先群的这个萨普拉车队的选手呢，应该要是整个策动者。是，对，看起来他的平路也有能力，爬坡也有能力。那更是要策动这个集团能够生存到最后的这个登山点。对，那这样他有机会呢？因为过了登山点，还应该会有马上就会有公司了。对，因为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把主办单位把这个点设在这个位置，就是让选手产生一个两难的局面啊。你是要登山点还是要单站？对啊。因为比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好像单站也有希望。对。因为我们一般算说10公里大概1分钟的差距的话，你会比较有这个优势。那如果继续维持大概在这个2分钟的差距，是，对啊，就大概最后20公里，而且还要扣掉下坡。对啊。如果在那个时间点timing抓得好，加速，然后看可不可以把它再拉开一点哦。对，因为如果这个领先群只有3位、4位选手，就当然就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有9个人的时候，真的很难讲，因为躲在后面也是一个轮替跟休息。对，加上大家的这些能力，目前看起来这10名的领先集团好像配合的感觉是不差啊。对。他们越好，这个圣乔治车队就越头痛。那目前中华队没在里面呢，也是比较吃亏了。没有，就是里头目前看来，亚洲车手是应该没有威胁性的。
对啊，但是可是就是如果阿凯是想要拼黄山的话，对啊，对，就是其实目标是还是要设定高一点。对。如果可以穿上黄山那个，我相信在最后2站那个 feel 又整个不一样哦。如果这一站的可以拿到黄山，在后面2站的就纯粹打保卫战的话，好像也蛮累的。是累，但是难，因为比较没有爬坡啦。对，就是专注在队友可以比较帮到忙。对。对，如果说古代的话，状元嘛，那阿凯现在至少也是榜眼啊。对。也期待真是能争取到非常好的成绩，可以拿个单车5状元，对吧？今年这个杨教练虽然不在，不过我们的摄影大哥拿出了这个台三线名产哦，草莓。其实最近算是草莓季啊。脸书很多朋友都已经拿出当地的名产，尤其在经过这个大湖草莓是非常有名的啊。尤其这里草莓不只是单只草莓，它还有非常多的附加价值哦，草莓果酱啦、草莓酒啊、草莓饮料之类的。对，但好像听说今年产量好像比较不好。这我就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到，对。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赶快来采。那个等一下就直接可以带一盒回来的概念吗？现在领先集团也要做一些补给哦，因为快要到这个登山点第2个登山点这边。通常呢，就是在能够爬坡之前先补完啊，身上也不要背太多的重量。那比较轻快的去爬山。所以利用这个阶段，前面再带，后面再补，整个集团的情况呢，领先集团跟主集团情况都类似啊。是。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湖草莓哦，就代表车手们已经经过这个大湖乡，那接下来会经过包含了华新国小啦、大湖酒庄、大湖乡公所、南湖国小、莅林国小以及新开国小，都是沿途会经过的一些学校，也会有一些的学生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做现场的加油活动。这个从集团后方拍的角度看起来，这个西班牙2级车队很多选手退到后面。因为在前面有布尔格车队的车手，他们就不必那么费工。推到这个也比较后面，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有点不太适应吗？话说昨天寿珍哥有提到，今年在整个四色山有特殊的设计哦。对，他今年有加一个这个算是龙的图腾的这样的元素在里头。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机会到比赛的起终点来观看比赛的话呢，就可以来看一看今年各色山，然后跟过去有什么比较不一样，尤其是登山王的红点山，因为它是红色跟白色这种对比比较强烈的颜色，那做出来的衣服是很漂亮的。然后这是背号52号的海登，纽西兰 F 队。纽西兰这个车队用的车款就真的是跟世界顶尖的车队是一样的啊。这个龙头配置就是因为可能身材也比较高大，那个延伸都很长哦。好，这就是在做动态补给的一个 SOP， 标准的
这种水壶握法，再经过接下来这一段石板路，这也是台三线的一个老街的部分啊，一个非常有特殊风味的骑乘路段。有丢下水壶，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有 timing 比较好，赶快去捡哦。这个还是蛮有概念的，知道这个水壶不会丢在荒郊野外，没有人捡。可以看到这个领先群的轮车的状态还是非常的顺畅，对，顺畅。那目前离终点呢还剩下36公里了，真的是越靠近的时候呢，威胁就越大了。对，主要是看主集团什么的时间点要把他们抓回来。这个也是当地的名产吗？这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可能等一下要问一下摄影大哥哦。因为杨教练有时候不在这种美食类没有那么精通啊。胆干，这平常真的很少看到哎。可能是客家特产嘛。虽然我祖籍也算是客家人，但是我不会讲客家话，什么都不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推动这种客委会来推动一下客家文化。那其实，在这个客家这边的，尤其台三线这边，真的有很多非常棒的客家人文风情以及相关美食，可以在这个路段让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体验。当然，在比赛当中是速度很快，就是让大家看过了解之外，如果大家有时间，其实可以安排一趟旅程来体验一下台三线到底有多浪漫哦。那当然比较轻松的方式，现在这几年也非常流行，就是4+2，就是开车然后搭配着自由车骑乘，你不用骑那么长远的距离，而且在可能就是你设定特定的路线来做骑乘就可以了。对，特别像刚刚那个老街，你开车应该没办法停车，对，所以你停远一点，骑脚踏车过去也是很棒的，这是比较好的方法。在沿途有非常多的民众也都出来帮中华队加油啊！这边开始需要补给了，因为补给完，其实就准备要面对了今天的第2个登山点。而且这个因为气温是真的是逐步上升，越往南，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已经在流汗呢。对。这边哦，看到这是帮阿凯的应援团啊！我们说了，这里就是阿凯的地盘，当然希望中华队在这边可以争取到非常好的成绩。苗栗泰安，这个黄山真的是 TT 型的选手哎，真的。这2天我们都看到黄山出来带领整个主集团，这画面是过去真的比较少见的。对，有时候这个团队战力也得算上一份啊。是，好，带了一下让开之后，还是要让队友出来做领骑。中华队还是集结在比较中后段的位置，来等待出手的机会。相信谢教练应该是对今天有所盘算哦。昨天算是策略相当的成功，那希望今天也能够延续这样子的气势。就放手到最后孤注一掷，但是你也要有真的是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最后的那个大强度了，不然的话你
真的最后也是容易空手而归啊。是，因为以这样的强度来看，如果是集团冲刺，它变数会比较多一点哦。而且目前看来，这个领先集团强度蛮高的，而中华队没有在里头，会不会有可能是这边有状况，然后主集团来不及反应，其实都有可能，也要看整个战局的变化。战局的变化真的要到最后关头，现在很不好预测啊。是，虽然有拉近了，现在已经差距缩短到1分40秒。但是看起来这个领先群的轮车速度还是非常快。是。好，来继续哦。好，加速，慢慢加速。大湖，这个这是草莓的气球哎呦，现在大家的道具也越来越多。好，走了。这草莓气球很可爱哎。好，洪元堂下来补给。去年的单站第2名，浪漫台三线的单站第2名。接下来装水，也有点要帮队友多带一点补给品上去。包含了，其实今天看到武志浩跟彭元堂都下来帮忙做水务工。地主队都对水的需求量都算蛮大的。对，那相信对欧美的车手来说，他们可能会更需要啊。真的越来越往南走，往南部走，大家可以感受到台湾不止民众热情，天气也非常热情。对啊，那明天更挑战了。对，今天录完了直接跳，明天就跳到屏东。是。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快要12点半了，不知道我们的线上观看人数好像还没有到1万呢。我们的制作人就说：“这个小熊我们直接带走。昨天黄山小熊被人家带走，那我不介意带个蓝山的小熊啊，这我可以接受。目前9900人，有点尴尬对啊，这怎么？”还在等最后的，不会现在我觉得有些车迷都很聪明，对，就说反正前面都还有30公里，都眯着看一下，到了最后大概20公里、10公里的时候，就知道要把电脑全部打开，不可以这样，这沿途都要关注啊。中华队其实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有付出非常多精彩的画面，那在各个登山点甚至于冲刺点，其他车队也都有非常精彩的竞争画面。不过今年中华队的竞争力蛮强的，好像画面蛮多的。所以大家就这样子。没有说完破万的哦，等我的蓝山小熊。但是呢，要记得去官方对，要去的官方粉丝团去留言，你才有抽这个蓝山小熊的资格。不要忘记哦。破万的门槛已经达到，就只要做好这个下一步的动作。今天又要送一只有环台赛车衣的小熊给各位观众朋友。好，中华队在这边也有卡到主集团领先的位置。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集团不分化的话呢，今天的这个战局啊，跟昨天比起来呢，就大家都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啊。这个小朋友也出来帮比赛加油。其实，在现在这种防疫期间，除了做好自己这个防疫的动作，戴口罩啦、勤洗手之外，增加身体的抵抗力，多运动，偶尔让出来晒晒太阳、杀杀菌哦，补充一下这个维生素 D， 对身体都是非常不错的。对啊，这个疫情期间，真的环台赛算是在自由车协会啊很努力的情况之下，还能够促成这个活动，是让大家现在就是有一些正面的那个新闻可以看的。对，而且在做这个防疫，每天都有这种防疫会议啊，要来让整个比赛顺利的进行。
也真的是非常辛苦大家了。所以今年呢，早上不是选手签到而已啊，对，还要量体温，工作人员也要工作人员也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最后都要造册，然后就是知道整个大家的状态。好，目前在领先的10人小组，看到中华队谢教练，我们中华队的队车看起来好像已经都准备就绪了。因为这个该补的也补了，是，然后这个谢教练老神在在的，就是等最后看整个战局怎么样子的变化来下达指令了。目前依旧是比较平缓的坡度。那目前对于领先群来讲呢，我觉得这个索普拉车队的这个想要拿登山王的选手啊，心里应该是有很多的盘算。那因为目前到下一个这个登山点就10公里了。目前得知的消息，在主集团这边是由澳洲的圣乔治车队，当然就是黄山的护卫军在前面做领旗的动作。这是整个最后关头很正常的 SOP 啦。对，但是因为离登山点10公里的话，这个时间差，理论上要追回，除非最后的坡有很大的这个陡度了，不然应该看起来不太容易，应该是等过完这个登山点之后才会发力来做攻击。对，现在因为还有时间差，还有1分半左右的时间差。其实这个好像是就是控制在伤害可以掌握的一个范围里头。对，其实也就是表示圣乔治的莱恩他已经不在乎这个登山王的这件衣服。是，就是 final 就是有比较级嘛，最高级跟比较级。当你手上握有第一目标就是黄山，保住黄山。对，然后如果没有成功，才会考虑各色山。所以照今天这种局势呢，就是阿凯要拿这些什么登山王其他奖项也是很困难，因为他一跑的话，大家都会追啊，就是亚洲车队对，然后就变成说，大家就干脆都是选定单一目标了。因为这个有时候真的不能分心啊。对。那就变成会以时间为主的项目呢，是这个亚洲第一，还有总成绩的部分。总成绩目前排在第2，其实也是很有机会。很有机会，因为站在防守立场，他一动，莱恩也动啊。当然，对。其实大概前3名、前5名，他没有到22秒差距的这几个，尤其是10几秒的这几个，都会互相的牵动啊。所以干脆就是以守为攻。如果以这个策略来讲的话，目前阿凯的体力的保持的状况应该还算不错。是，因为今天真的没有做太多的攻击的状态。因为这个过程你再怎么跑，其实很困难。好，在距离终点还有大概27公里。依旧是维持着1分30秒的差距。如果在这个平路路段的话，1分30秒大概就是1公里左右的距离啊。那1公里，看到的是莅林国小的小朋友，很嗨哦，好嗨啊！这时间点，小朋友应该吃饱饭了吧？吃完午餐之后，让大家出来晒晒太阳。校外教学机会，活动一下。那也是在校门口旁边吧？对，校门口出来走一走，这样子真的很棒。刚刚提到说这1公里的距离差距啊，对，就是，但是你在10公里之内要追回1公里，这个很困难，而且主集团的配速也不太可能这样做，所以目前来讲，应该前集团呢只要开始爬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番的竞争啊。如果从这个坡度表可以看到，前面的兔子的部分，刚才也开始有进入稍微要往山里走的这种感觉。
因为除了这个萨普拉车队的马库斯之外呢，这个米捷亚车队的 Samuel， 他的登山积分昨天也有1分，是，但是他刚刚排第2，所以呢，下一个登山点呢，下一个登山点是一个2级坡，分别是有10分、7分、5分、3分、2分以及1分的积分可以拿。看起来应该还是以马库斯为主，就是这个目前占据领先。主集团现在刚才看到在后方紫色衣服的是西班牙布尔格车队。那当然，在我们的终点舞台这边呢，也开始有聚集了很多要准备等待最后结果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出来，这个领先群已经分裂了。当然就是坡度一上来，大家的那种个人能力就有差别。明显就是应该还是圣托斯的，那个45号。可是这个集团人数也还是蛮大的啦。对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体能比较差的选手，他就像一个风向指标，反指标。是，他一落队就表示有爬坡了。对。大约6%的爬坡，就看要开始筛选人了。对，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他6%其实也很陡啊。但是因为路宽，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但你看这些小朋友都站成斜的啦，没有错。但是这个选手在骑的时候，这体感就真的会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你路宽的那种，就是感觉是不一样，而且然后没有地方躲太阳。对，所以往往我们以前是骑到这种的时候，又正中午真的是非常煎熬啊。对，然后前面的这个又带得这么快。哇，这边有这个影响是比较中后段的位置的集团，我希望没有太多的状况。看到南非职业队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有坡度的地方所以速度没有很快。当然。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摔车状况，机械故障的状态，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来排除啊。对，这个通常判断这种发生，就是可能是前面已经遇到坡了，整个速度差，前面减速，结果后面的人专注力不够就追撞上去了。因为他后面可能是从平缓要到坡，是那个反应的速度来不及，所以跟平路的那种神龙摆尾型的闪坑洞的摔倒的情况不太一样哇，这太酷了，在路边直接演奏这个小提琴，还有整个乐队哦，还让小朋友戴上那个戴单车安全帽这个有备而来啊。对啊，这个他们的乐器也中西合璧哦。对，这叫 make some noise。Yeah。好，再回到这个比赛的状态，主集团前面依旧是澳洲圣乔治车队，然后也包含了尼泊车队、美国100特车队。这边真的圣乔治得防守的再紧一点。如果想要真的是守黄山的话，最后23公里的这个时间差呢，真的有可能会让这几个选手跑掉。就是也许他们不见得会那么大团，可是实力好的可能又会再分裂，对，最后再分。所以刚刚从10位，现在好像剩下8位。其实当坡度一来，它不见得要做太多的那种强度，
他就会先自行筛选一些人。对，尤其到了这个比赛比较后半段的时间啊，大家的血量消耗都很大。这时候就是有时候要看大家的这种平常可以储血量，有些人的血条是5000，有些人血条只有3000，这就会有落差了。买宝物没有用，对，就是基本素质就会有一些差距啊。现在看到领先集团这个动作应该是在比较下坡的位置，主集团也跟了上来，使用了飞鸟，有追击的态势相当的明显。透过空拍的镜头，可以很清楚看到一些比赛的状况哦，用不同的角度。我想这接下来的赛段呢，这个鲤鱼潭其实也就是丘陵里面其中一个比较高一点点的丘陵，所以对选手来讲，现在前面的真的是我看会很认真跑。是。其实真的透过很多的空拍画面，让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台湾之美啊。对，这是环台赛非常棒的一种画面行销。我们不会说，我们都只要看人家环法啦、环意有这么漂亮的风景。其实台湾，尤其像内山公路这一段，其实真的是很多就在山林之间，我们过去没有机会。因为如果你开车或者是骑车，你就是旁边都是绿绿的这样子，那你不知道这条公路原来为什么要被称之为内山公路，其实是有其道理的。选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20公里了，这个时候真的只能用领先群是要拔腿狂奔的形容嘛。因为我们这有时候线上骑车，老外会讲说，我们现在开始小比赛，然后比赛选手们。你要努力的骑的像什么？像你的车子是你偷来的，刚偷来一台脚踏车，努力的逃啊！目前领先集团快要到这个，已经有很多人在等待的第2登山点，第一个2级坡。现在这种车友们也都是老司机啦，哪里最好的景点，最好能够看见选手比赛画面的位置，都已经早就知道了。所以现在这个以领先群的选手的成分里面呢，大概比较目标登山王的就只有这个马库斯比较，但其他的选手，我想他们目标是单站，是那甚至拉开的话，也有成绩也有机会把自己的总成绩往前推啊。好，主集团也通过了这一座桥的部分。哇，从空拍选手已经排成一列，表示这高速啊，是中间好像有几个小的断口啊。大约有50公里的时速代表主集团追击的力道也是非常的猛烈。因为在这个平路赛段，当然是要努力的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在之后才比较有机会把领先集团给追回来。对，如果按照这个局势啊，最后的追赶跟合并，万一发生的话，这个集团的人数啊，还有机会角逐，我觉得还是蛮多的。这样会影响到后面的2站呢，对，直接减秒啊、冲刺啊，又是很拼的一个情况。看到这里快要到鲤鱼潭水库啊。今天的2级坡，
鲤鱼潭水库这边当然也是整个台三线非常重要的景点之一。如果从画面下方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刚才有到6%的爬坡的陡度。对，而且可以看到选手的速度呢，明显就是有一些变化。嗯。目前听到好像赛对车无线电回报的秒数好像有缩短，嗯，1分钟左右。我们的底下方的资讯呢，现在秒差是1分10秒，10秒，已经快不到1公里了。好，这是今天的第2个登山点要来了。结果看看，应该是被这个柬埔寨队给拿掉。看到马库斯好像掉在后面。对，这是背号163号的罗曼吗？哇！结果马库斯没有拿到这个分数啊。哦，罗曼在昨天也有拿到4分的积分，登山积分。嗯，所以现在要等去做一个计算。对，要看一下。而且很特别，这个虽然是柬埔寨职业队啊，那罗曼其实是俄罗斯人哦，这个纬度有点落差啊。那他其实也是比较偏向冲刺型的车手，而且单日战的能力还不错。对。目前当然罗曼在这个22秒的距离也是具有竞争力的。对，而且他刚刚前一点他有拿6分，再加上昨天的4分，再加上刚刚这个10分，哇，他现在是20分占据领先了。没想到马库斯第2点最后有点失速熄火了，因为他是掉到最后面的。对，耐力上的。这个可能表现也会不会？也许他把目标转向一下。哎，这个时候就看他们要不要走了哦。对，因为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这边18公里，而且主集团后面追的速度很快啦。所以就刚刚提到说，集团开始可能领先群会有一个再分裂的情况就是这时候有些人是想要回去跟主集团一起。所以领先集团有点散开这种感觉哦。要先走吗？因为毕竟还有17公里，除非真的是要合作，领先集团要合作才有机会。你如果只是1、2个出去，大部分人不合作的话，想要成功的机会可能不太高。对，这时候其实基本上，哎呀，哇，发生一个摔车啊！哇，这个还蛮严重的，而且好像是柬埔寨队的车手。刚刚他这个动作就是有一点回头看啊，然后没有注意到前车的这个差距，然后就变成是前轮碰后轮啊，是，对不对？哇，这是右边的选手刚好一左一右互插过来，所以刚才取得登山王领先，哇，这一下摔得不轻，希望他严重的，希望可以赶快回到比赛的状态。因为按照规则，你虽然拿了登山王，但你还是得完成比赛。对，你必须要把这个骑完登山王才有算哦，完成比赛才有哦。刚刚这种摔车的情况，在场地赛比较会看到，就是前后轮互相撇到，而且一上一下的时候一个错位，就这么真的是这么不刚好。好，那在目前领先集团的车
车手们很多人也都压低身体，在这个下坡路段想要拉开差距。所以基本上领先群他不会有人说，放着想回去主集团啊，除非说他的任务就是目标达成了。是，那尽量能够走还是往前走。那比较先走就有走有机会的概念。比较积极的就是说往前走的这些人，但是会有观念不一致，就是你刚才讲的说这么早走，对，我们可以撑到那么后面吗？对啊，但是有的就是我觉得我体力好，我把人数缩小的时候，我几率更大。那我认为我也有机会，甚至我带个2个，真正这里面就可能2、3个人，我们这样子的小集团，这里面强的真一起走掉，我不要让这些后面的竞争就是对。心里头大家不一致的人这样子，对，但是刚刚摔掉了2位之后，这看起来这是6人合作，还是勉强可以进行。但是你人数再少的话，可能这15公里就会比较辛苦了。而且这里面好像还有同队的吧？应该没有，因为其实那个印尼 PGN 职业队他们的紫色也跟那个西班牙布尔格车队很像。因为我们目前这个主播台的这个色调阳光对普照，所以荧幕上的比较这个。好，在这个6人集团当中，里头有背号95号的马库斯哦。刚才虽然在第2个登山点的竞争没有抢到分数，但是他还维持在这个领先小组当中。结果真的是有同队的，对 F 车队，背号51号跟52号，詹姆士跟海登，哇！如果有同队在这个领先集团，他们就不想回去了啊。这当然，但是其他的人的合作意愿可能会降低啊。因为对，就是不需要帮他们抬轿的概念。对，因为我跟你合作到最后，我可能会面临到就是你有2个人，对，都是单打独斗。对。好，再次看到在主集团有黄山，哇，这边也发生一个摔车，好像是100特的选手啊，是在出弯的时候，不知道对那个线可能有点，好像掌握不理想哦。对，应该又是一个前轮碰后轮啊。这次是没有波及到太多的车手，因为刚好是一个弯道，等这个离心力往外的时候，变成他只有自己一个人自摔啊。是，那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很辛苦啦，因为在经过那么长的比赛时间之后，再加上现在来到了快要下午的1点，整个太阳的温度实在是很高哦，耐力影响到专注力。是。哇，这是新的吗？这就有点像以前老杯少那个概念，这个现在是改良版哦。现在这个差距很紧绷哦，大概1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离终点呢只剩下13公里。看一下刚刚这个摔车，100特的选手，对啊。他自己已经先脱卡这样子，对他可能应该也是一个前轮可能有扫到别人还有稍微影响到一个尼泊车队的选手，但没倒。对，他已经失去平衡之后脱卡，对，就是将伤害减低了。对，但是目前应该可能要看一下这个163号，刚刚前面那个摔得比较惨，对，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回复，然后跟着主集团回来哦。因为照寿生哥刚才这样子算了一下，罗曼是很有机会在今天穿上红点衫的，但是先决的要件是他必须完成今天的比赛，他不能 DNF 好，看到了今天第2个登山点，由背号163号来自于柬埔寨职业队的罗曼所拿下了10分的积分。紧追在后的是背号51号的詹姆斯，以及背号112号的德鲁。背号42号
来自于澳洲圣多斯车队的艾登，以及背号52号来自于纽西兰黑虎车队的海登。目前黑虎车队在这里有2名的车手领先集团当中。在 radio 传来的讯息啊，主集团跟领先集团之间大约是50秒左右，这代表不到1公里。大约600-700公尺，如果在一条直线上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资讯的取得呢，这边的时间差可能会更短，因为我们是用这个摄影摩托车，那后面的这个相对距离呢，它的位置有可能在集团的比较后面。嗯哼。那比较可以参考的是主集团的速度，对，跟兔子集团的速度差是。那当然，这也会牵扯到，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说台山线是一个丘陵地，会有说，为什么领先集团才骑30几，后面主集团可以骑到50几，怎么可能会差那么多？后面正在下坡。对。那当然，这个随着数字越来越少，尤其最前面Brighton 这个字样后面的时间呢，就是主集团跟领先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还有距离，已经不到500公尺了。那目前离终点呢还有10公里啊，已经秒差缩到1分钟以内了。哇，这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如果没有意外，今天主集团一大团冲刺的画面很有可能形成。我们看到这个地上海市蜃楼啊，天气有够热才会有这样的状态。而且看起来好像确实是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些车队了。前方的领先集团还是要赶快逃啊！飞鸟不断的出现，真的是要跟观众朋友们讲哦，必须要有足够的安全性才能做这些动作。这里是由圣乔治车队的选手落开了，也是属于一种燃料棒的概念。对。因为到最后10公里了，这个任务已经结束了。这个抛弃式火箭啊，每一个车手其实就是为了团队所做出一些牺牲。现在在这个荧幕上所呈现的依旧是领先的集团，还是6个人的小组。所以呢，如果像这样的6个人小组，其他都是1个人，那只有一队是2个人的时候，如果只有1个人的这种队伍，要怎么去跟他们对抗？会有可能剩下的4个人变成一个 team， 到最后不会了，但是现在的相对来讲，现在的这个阶段最吃重的应该也是黑虎车队这2位，因为你全队的战力就押宝摆在这边，所以其他人反而就变成说有点以逸待劳，对，其实也在跟着，可以去策动说你们就是有最多的责任去往前带，尽量避免让我们被吞掉。所以有时候也讲也算公平啊。我们6个人轮车，那你们这队有2棒出来轮嘛？对啊，你就多分担一点，对，也要多分担，而且你心理的压力，你又可以拿团队的成绩，对，团队成绩也可以往前顶，然后个人你最后有可能2打1的情况。那这一段来讲，本来的带领的任务就会落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题团后方的画面，在比赛的路边，还是有小朋友们出来帮选手们加油，带着各国的国旗啊。我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个不能站太出来啊，因为这个车的行进速度是非常快的。啊，目前比赛已经进行了3个半小时啊，那离终点呢也只剩8公里，而且这边应该算是比较一路缓下的路段了。那看来今天的时间应该会比去年呢又快一些哦，应该快不少哦。去年是3小时49分完成这个比赛啊。哦，现在在画面上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终点之前呢，有一些的表演活动。那当然，他们也有石城国小的一些战鼓队也来到现场，都是有一些客家文化的元素在表演的画面当中，还有这个电音三太子啊，这也是台湾这几年非常非常有自己风格的一个表演方式。会不会这个近年来比较少有的这个脱逃成功的情况，在这一站会不会产生呢？目前比赛剩下7公里啊，对，真的是可以说五坡啊，还很难讲哦，30秒。今天真的整个速度，其实看主题团就知道啊，整个速度是拉很快的。主要是领先群的选手的实力都还蛮不错的，而且人数也够多啊。大约都还是500公尺的差距。会不会在最后3公里左右才去追？这边看起来这个也有一点点这个在拉强度。对，领先集团当然是不愿意回去啊，所以强度一定是慢慢的在增加。我看起来右金车队的选手已经有一点点疲惫，对，但这个时候，这个死跟不轮一下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最后突然冲出来的话，终点拿冠军，这就牵扯到人品喽。哇，确实不轮对啊，再做一个休息啊，有可能就是轮2棒才出去一次。看起来好像真的在实力上可能真的有点落差。那当然看到现在黑服车队的2名车手都在整个领先集团的最前面。那么黑服车队呢，也是纽西兰跟澳洲的选手居多了，所以这个前面跑的也是澳洲，是后面追的也是澳洲。看到这里是石城国小，代表快到终点了，因为我们在的这个石冈旅客服务中心呢，就是在这个石城路上面。黑服车队这次来的全部是纽西兰的选手，所以纽澳大战。就以往在场地赛里面，像那种追逐赛，纽西兰跟澳洲2队也都是非常强，所以因为他们的身形对于这种绕圈就是场地赛是很有优势的。TT 的这种文化很深啊，所以培育出很多的这种好手。哇，但是这个秒差。在缩短当中哦，明显看得出来，这个黑服车队的实力真的很强，2个轮着，然后就一直往前走了。现在就要送一位出去吗？还有点早现在还有5公里。当然这一段应该是下坡啦，就是反正下坡大家自己舒缓一下，等一下再做集结。
但是现在不能用下坡来去做这种判断了。昨天的这个莱恩就靠下坡一口气把距离拉开，而且也是一样，在最后的关键啊，就最后这个2公里才做这样的动作。今天呢，现在目前也只剩下4公里。是。但是从正面看，已经可以看到后方的主集团了。大约不到30秒，不到30秒，代表看得到就有机会追得到啊。但是呢，比赛离终点只剩4公里啊。是，真的一定要每次都算得这么精准吗？最后3公里的时候，上班了啊，这种概念不行呗。因为这个稍有闪失，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小的这个距离差啊。对，然后就让就会 miss 掉。对，那不要忘了，单站冠军呢还有10秒的减秒。是。所以也会不会上演昨天的这种情况呢？就是用秒数来做黄山的分界点。对，而且在跟2个集团之间呢产生一点点的差距啊。这边的其实彭元堂去年就是因为整个集团合并之后，再卡到比较好的位置，所以在最后冲线的时候有优势。那这个时候呢，中华队的怎么讲，孤注一掷啊，因为整天基本上都是比较保守。但是现在这个有时候就变成说，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是追得到就有机会，但是追不到就大家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最后的3公里不到喽。3公里左右了。那因为整个主集团里面还有这个圣托斯啊，像100特啊这些队伍也都是有企图心的人，应该也都会上前来帮忙做追赶。剩下19秒，不到300公尺，在距离是越缩越短了。现在进到我们的台中市，也是今天浪漫台3线最后的路段。目前看来，领先集团的可以轮车的强度的人数，好像也有一点点瘦身哦。对。基本上还是以这个纽西兰黑服车队为主啊，加上马库斯看起来还可以哦，因为就是有点就像寿恩哥讲的，我不见得要去拼最后一个登山点了，我是想要来争看有没有机会拼到单站。哇！但是后方的集团的距离越拉越近了，领先集团散掉了，这代表会不会最后的？整个主集团这边就会有人要准备出手了呢。这时候主集团的列车，可以看到，不过有黑服车队又要往前冲吗？做最后的挣扎。对，哇，看起来逃不掉最后的1公里。哇，他做这些挣扎就只是换取一点点的机会啊。但是同样的，有点跟这个之前的情况一样啊，你是离终点呢，如果是剩500公尺，也许有用。哇，我们看到后面100特车队摆出了火车阵，而且黄山也在这个画面的中侧，黄山已经出来了。重点是中华队现在人在哪里？对，好像也还在算前1/3。哦，这时候黑服车队又回到了，看到阿凯了。对，阿凯的姿态在中段的位置也有机会哦。好，最后的900公尺，哇，这时候真的是最紧张的时候啊！这边对，因为现在要看谁，目前没有很明显的列车阵出来，那就是各自要来看角度了。看起来100特有2位在前面，而在左侧这边，右金车队有发动攻势。空拍来看一下整个阵型，并没有明显的车队列车啊。对，
因为经过前面的丘陵的折腾啊，这个各队的战力都损耗差不多。这个时候整个散开来，看来右边还有一波进攻。是，那这时候真的是要跟对人啊！因为最后的400公尺，最后300公尺要准备转进来，这里石城路的部分，看最后。冯俊凯有在前面，冯俊凯有在前面，然后阿凯在第2排，有点被卡到。最后150公尺有没有机会？看到最后冲线，圣托斯。阿凯这边是有点被关门关到的感觉。本来他至少还在第2排啊。今年在这个赛段，主集团最后很能忍呢，最后2公里才打卡上班，把领先集团给吞掉之后，大家再来分高下。这个慢动作看一下，很明显。正面看比较清楚。圣托斯、伊百特、布尔格、米杰亚，阿凯也有在前面的位置，只是看他前面还有没有其他亚洲车手啊。但是看起来这个应该是没有了，截秒的问题并没有被这个主要对手拿到。对，但是总成绩排名的顺位，可能第2名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住，是要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时间，因为也10秒的减秒会有蛮大的差距。最主要是要等这个圣托斯是哪一位选手？背号43号 Nicholas White， 就是去年连庄的单站冠军。我这后面可以好好跟他聊聊这个浪漫台3线。好像跑得特别有心得哦。对，那可能就要看今年的成绩跟他去年跑出来的成绩有多少的差距了。今天总体的速度是比去年要快了。对啊，去年3小时49分，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快蛮多的。是，哇。好，我们现在邀请我们这个采访组呢来抓一下。连庄的 Nicholas White. Oh yeah, the team was great. We had a plan to get a few in the breakaway. Looked like a day a breakaway could win, and we had Aiden Tuvey in the early break. Sam Jenner went across on the climb, so we're well represented. We could just sit in and relax pretty much thanks to those guys. Then when it all came back together, we had to change the plan a bit, but Ben Hill kept me up the front and opened it up for me. So yeah, team were awesome today, and I was happy to take the win here again. Sorry? Oh, yeah. Well, we have brakes, so they help a lot. But yeah, no, it was very crazy downhill. The peloton split on it. So yeah, we were just up the front and used our brakes. Thank you. Cheers. Cheers. Thank you. 我们听到这个 Nicholas 其实真的很疲惫，一直在喘气声哦，真现场嘞。没有错，因为他有说到，其实他们一直想要在这个登山段做出一些事情来，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改变了整个战术系统，那也维持在比较前段的位置，让他在这个集团当中获得了比较多喘息的机会，来埋伏最后的攻击啊。对，他还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战法，就是他有队友在领先群，所以他们在主集团的压力他减小。是，那队友就是艾登在一直保持在，所以刚刚最后6人的轮车的时候，这个圣托斯的艾登不轮的，对，所以呢变成是一个防守的角色。那当然最后的追赶呢，就变成各队想要拿单站，像伊百特啊这些队伍在最后的5公里之内的这个高强度的时候，这些出来领。那当然，我觉得他去年拿过这个单站冠军，对于这个
冲刺点的射程范围，而且刚刚看到进来的时候，一直有一些弯道，其实是一直有一点弯道的感觉，所以他的卡位跟发力的位置，可能他也还是掌握的比别人好。因为其实今年这样子看下来，整个集团冲刺其实距离都不会差很多，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集团进来，正面冲刺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他如果是那种前面只有3、4只这样子，比较像箭头型的，就大概知道你的对手有谁。可是这种一个面进来，你可能很混乱，你可能有旁边就突然冲出来，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是有两个人，就是有那种火箭弹射的位置，你可能不知道。不过圣托斯也算第一站台北市站的时候很努力，但是没什么战果。是，终于到这边呢开胡，而且是连庄。是，哇，这个 Nicholas White 的单站连庄啊，好像澳洲这个对这个天气还蛮习惯的咯，因为他们是南半球。对，所以没有啊，南半球现在现在还是他们比较，其实现在比较热。对啊，好像所以比较适合。对他们等于是夏季尾巴。对，啊。然后现在的这个台湾的冬天刚好这几天比较热，所以他们好像还蛮适应的。那在等待这个颁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今年的比赛时间3小时40分。59秒，快要10分钟哎！这个不要想说，大家觉得10分钟好像没什么，在自由车赛事里头，如果快10分钟，很遥远的路途哎。目前看来，莱恩还是可以保持住这就是他的黄衫。目前个人的总成绩，那彭俊凯还是维持在第2名，不过莱恩跳上来了，在第3位，跟阿凯只有1秒的差距。那可能接下来的平路站，绿衫就是冲刺点，就要看大家怎么动作了。对，因为 Nicholas White 这一队呢，他们今年年初呢，他们是有参加这个。Two Down 的这个是算 Pro Tour， 是，就等级很高的比赛啊。那他也在这个里面呢，虽然 GC 成绩不是特别好，是，但是呢，至少有他在这个整个比赛的年轻选手的排名是19名啊，所以也还算不错。是。Nicholas White 也相当的年轻的，目前才22岁。好，目前已经在这边得知到最新的成绩结果。今天的单站冠军就是来自于澳洲圣托斯车队背号43号的 Nicholas White。看到第2位是 Eric Young 哦，第1站的单站冠军哦。所以在经过1天的恢复之后，后面也有一点竞争力。对，所以如果最后2站是比较偏向平路型，说不定100特车队还会有一些表现哦，这也是值得期待的。看到排在第10位背号101号是冯俊凯，其实阿凯在整个一开始最后冲线。算是有卡到位置，但是比较可惜，在最后几个小弯角的时候，有点被整个前方关到门啊，让他没有办法出来。因为并没有一个列车的箭头形状，而反而是一个正面的时候，然后他又卡在第2排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要钻出来的情况就很难了。是。现在在画面也还有一些选手陆续抵达终点，当然。这些选手呢，就可能是在比赛当中做了非常多功、非常辛苦的这个抛弃式火箭啊，他们是非常辛苦的来完成赛段之后，因为每个人的任务都不太一样。目前得知的消息是，黄衫是没有换人的，依旧是。莱恩哦，澳洲圣乔治车队。至于绿衫呢，换人喽。对，换成了 Eric Young。不
过没关系，都是同队，全部都是100特车队，双保险，对，换有 Samuel 跟这个一样2个人。那现在换人穿，他所得到的积分是29分。至于红点山罗曼，他是有完成比赛的，所以他现在是以20分的积分，在红点山的竞争上面保持领先。至于亚洲蓝山，还是穿在阿凯的身上啊。而且目前理论上应该总排还是在第2位，还是有机会，而且总排还是维持11秒的差距。看到现在在休息区的是100特车队，这是今天的绿衫 ，Eric Young 也是第一站拿下黄衫的人。也相当不简单啊，这个今天，但是因为今天整个战局在这个爬坡的地方呢，并没有太多的这种高强度，是，所以这些冲刺选手呢，他变得还可以在这里面存活发挥，对。可是虽然说没有特别的高强度，可是整体的速度是快的哦。对，目前还在等待剩余的选手回到最后的终点线。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台中市副市长也来到我们比赛的终点这边，对于今年环台赛的一些期许跟想法。今天是我们国际自由车环台赛的第3站，从新竹县那边出发，等一下就到我们台中的石港。是浪漫台山线，可以讲哈，沿途风光明媚，景色宜人。那去年我们办的时候啊，国际自由车协会的主席啊，对我们称赞有加哈。他是说，他所有在全世界各地办的活动哈，在台湾这边，尤其去年的我们浪漫台山线这一站哈，他给我们打100分哈，就没有任何的缺点哈。我们是听到这个副市长所提到，其实浪漫台山线因为横跨了3个县市哦，其实我们最辛苦的就是交管，对，因为要等于县市政府这边，甚至于警察这边都要来做协调。那当然，民众朋友们的配合也是让整个浪漫台山线可以非常顺利完成的一个关键。对，因为特别是这个环台赛现在也列为这个2.HC 的观察名单，也就是说你办的已经蛮不错的，但是在这个观察上面，如果你可以再更好一些呢，这个要升级，甚至已经进到分类到2.0 Pro 的这个级距呢的机会就相当大，因为国外的很多一个参考条件是要全线交通管制，是。那因为我们台湾的交通环境其实真的非常难做到，对，因为大概就是路真的比较小，对，而且有可能就是单向的，单向就是说。对面还是要让车子走嘛，对，那我们就单向，但是台山线今天这样很多的路段都做到全线管制，到全线管制，对，是非常不容易。那当然，现在车手们，在这个时间，就是可能要做一些缓和，甚至于做一些对于今天比赛的一些想法，还有甚至于明天的一些准备哦。现在就是要整个做准备、整理、换装，然后饮食的补充。因为接下来旅程很长哦，要从台中一路杀到这个屏东这边哦。对，明天第4站呢是屏东站，第5站才是到高雄。那屏东站的部分呢，就是会经过我们的大鹏湾这边。所以他们现在在赶快整理完，就又要移师啊。其实这都是对选手不管是体能啊、身体状况的一个很大的考验。除了比赛过程当中，
对，因为特别是在这个这么长时间的强度运动之后啊，这个肌肉都收缩跟紧绷，其实它需要的是一个舒缓啊。是。那你说很短时间做好准备，然后接下来要坐车，有时候选手会觉得坐车其实很难过。对。就是可能你比赛还没有什么感觉，就你坐车，因为维持同样姿势，然后又肌肉，因为坐着其实肌肉是收缩的，然后突然就抽筋。对，我相信如果有这样子就是骑车或者是运动的观众朋友们，也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很疲惫的时候，你不能就是让弯脚坐着，你是必须把整个脚伸直的坐着，才比较有达到放松的效果。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看到画面上有工作人员，中华队的工作人员也要在做车辆的准备啊。就是选手在比赛的时候，精神也是绷紧的。这些工作人员们，选手比完了，选手休息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又要工作了。尤其像我们常常讲的机械式，通常是到了比赛结束，甚至于到了休息点之后，才是他们要开始忙的时刻啊。不过今天整体来讲呢，这个虽然最后的情况没有形成这种小集团的分裂啊，但是至少阿凯的任务还是算达成，是保住了这个亚洲蓝山，然后也保住第2名的位置。对，这代表接下来还是有机会继续挑战黄山的。对，因为后面的赛段呢，可能就是团体战的机会更多了。是。所以呢，我相信后面这个冲刺点，明天的冲刺点应该会蛮激烈的哦，兵家必争之地啊。那明天屏东站会有2个的冲刺点，3个冲刺点，2个登山点。登山点倒是还好，登山点是那个就是跨海大桥的上面，就是在大鹏湾里头绕的时候，就是一圈冲刺点，一圈登山点，一圈冲刺点，一圈登山点这样子的概念。很忙。对，就是教练脑袋要一直算啊。那我们刚才看到马来西亚萨普拉队，其实算是蛮可惜的哦。在今天，不管是红点山的竞争，甚至于最后的竞争，都有到参与，可是最终没有拿到结果，就是有点成败论英雄那种感觉啦。但是有的时候在这种差距上啊，有时候外人看觉得差一点点，但实际上在里面的时候，这个你跟到最后还能够往前冲，跟只是勉强跟完，是这2个的 level 说实在是差好几个级别，所以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啦。不过呢，重点是说前面也真的很努力了，那最大的重点就是真的把所有的能量消耗掉、发挥。紧接着为您介绍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李玉瑞局长。是我们的贵宾也都陆续在颁奖台就座，等待等一下的颁奖典礼。以及台中市石冈区公所刘素信区长，区长好。还有东市区公所丰培珍区长，区长好。接下来为您介绍冻龄的美魔女儿姐。刚才得知了消息哦，红点山的得主呢罗曼，等一下可能不会参加颁奖典礼，因为要处理伤势的关系。因为他刚才那摔一下，摔得蛮严重的。对，因为他那个他是比较像下坡的路段，然后去撇到翻掉的。对，这也是一个机会教育啊。所以骑车的时候真的下坡比不要回头看。对。真的是，尤其下坡真的是要全神贯注啊！对，我们的颁奖典礼接下来准备要来颁发我们的 stage winner， 我们准备要来颁发我们的单站冠军。单站冠军就是这么一个非必要的失误。那所以明天的我觉得他这个登山王的保卫也会非常辛苦。对，因为也要看他身体状况，带伤的这个情况。那虽然说这个自由车手都很能忍痛，但是一定会影响表现。对，而且往往这种伤势隔天之后的那种痛感会加剧。没错。现在回到颁奖典礼，今天的单站冠军 Nicholas White 2连霸的单站啊！浪漫的在这举办3年，他就拿2多单站冠军。
澳洲是。谢谢秘书长。OK，one more picture. 由我们的你看是秘书长来做颁奖。 Raise your flower. Wow, I'm the hero of the third stage. Thank you so much. 他在去年这一站也拿到了单站冠军。Only yourself. Yes, like a hero. Yeah. Oh. Okay, thank you, Captain Station. 一个人好的，接下来准备要为大家一起来公布我们的亚洲冠军，也就是蓝山。这些选手呢，他是我们的单车界低调的强者，用手艺证明中华队的存在，非常熟悉地形，地主中的地主，精英中好，的精英。接下来站上颁奖台，是我们的冯俊凯。冯俊凯要穿什么呢？当然就是亚洲蓝山啊。Blue jersey winner goes to 冯俊凯。哇，相信阿凯这一个的表现真的是振奋人心啊！请副处长为我们来颁发，哇，掌声鼓励！我们单车界的立正总成绩第2，亚洲第1，是单车界的立正客，是要低调又是暖男，持续穿着我们的蓝山来应战。我们的所有的队员本身也喜欢喝咖啡，还有喜欢运动，喜欢练车。哇，来拍一张照片，我们的中华英雄 Chinese Taipei 冯俊凯。谢谢副署长。好，再跟我们 Miss Taiwan 一起合照一张，好不好？相信这让很多车迷朋友们呢，对于今年的环台赛有更多的期待。苗栗泰安加油团哦，也真是他的这个威胁的对手阿凯加油。阿凯的爸爸也是非常关心阿凯，很久没有看到阿凯了，因为阿凯都在欧洲比赛嘛，所以他昨天还特别到颁奖典礼，今天也特别去加油，发动所有的这个他们部落的族人一起来为阿凯加油。好。接下来要为您来颁发的是我们的登山王红点山。那因为他今天有一点摔车，所以现在伤口正在处理。但是我们还是为大家来公布一下。照理来说要颁发红点山的这个颁奖是罗曼哦，但是因为罗曼还在处理伤势，所以在红点山的颁奖典礼这个部分是没有进行的。而且他非常的认真，在昨天那一站的时候。登山积分只有4分，今天为了要抢积分，累积到20分 ，20 points 哦，一下激增16分，但是有一点点意外，不过我们希望他还是可以平安顺利。下一位要登上颁奖舞台的冲刺王。好，我们的冲刺王呢，他昨天的积分是15分，冲刺绿山的得主，14分，累积29分。The leader of general points classification green jersey winner goes to 其实今天除了在这个中途出来很多次哦，那个样 ，Eric Young， 他其实有很多的出现表现的机会，也让他看到他在这个平路巡航就强度蛮高的。对，而且其实今天也是啊，一开赛他的露脸的机会也非常多，也非常积极。是，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想说他这个先山，对，结果发现还可以哦。对，单站第2，然后他就是回到这个绿山，他就是靠这个最后就是终点的这个积分来，因为他原本在前一天也只差6分嘛。是。对，因为单站的这个绿山积分呢，给分非常高，单站冠军有15分啊。对，然后第2名就14。对，往后这样递减，所以他因为整体比赛目前3个站，他拿一个第1，一个第2，是单站的部分，所以加起来他的绿山积分呢是非常高的。对。那当然还要再看一下这个赛后的总成绩的绿山积分的排名的总成绩，看看对他的威胁是哪些。不过我想后面2站。理论上还是以终点的这个积分大进账会对他当然，因为目前看来，Eric Young 呢，他其实就是29分。那29分很简单嘛，就是第一站的15分，再加上这一站第2名的14分，他就是靠终点在拼这个积分，还没有进入到完全安全的范围。对，其他人还有竞争的机会。就是因为后面冲刺点多，对，就变数还不少哦。我们看到。这个 Roman， 带伤上阵哦，他先处理伤口。对，哇，这个很辛苦啊。刚刚 Roman 呢，他在处理他的伤口，所以比较晚来一点点。
来自于柬埔寨队俄罗斯籍的车手。每一位选手都是勇者无惧，不怕摔车，不怕辛苦，不怕练，在心理跟生理的这个素质上面调整得非常好，而且强度很高，还有适应气候，忍痛的能力真的超乎常人啊。OK， Romeo OK？ Yes。不过对他来讲的话，挑战是可能明天要怎么来做一些防守，因为目前算起来他的积分的领先程度也是没有到安全分，是因为接下来2站的这个登山点都是登山点，虽然级数小，可是级数低的分数少，但是呢，可以更多的人去抢，对，要注意的层面就更多了。对，而且加总起来大概还有14分左右的这个积分可以拿。如果都给同一位选手拿走的话，那还是会改变战局哦。对，那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今年光是台三线的这个部分呢，就像寿珍哥所讲的，光是比赛的时间快要10分钟这件事，就知道今年比赛的整体的集团强度有多高啊。那当然，在比赛里头，我们看到了各队，尤其主集团在放兔子跑到最后2公里哦，才做追击。其实对于整个集团的整个追击信心还是蛮高的。对，主要是整个赛程的前段呢，在第一冲刺点之前大家没放嘛，然后这个冲刺点之后放出去的兔子的能力都很好，而且4个人变8个人变10个人，到最后阶段6个人，这些整个集团在跑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啊。那没想到这个主集团最后真的是千钧一发把这个追回。对，那最后呢，整个大乱斗的这个冲刺啊。那不得不说啊，这个连续2年哦，在台三线这个封王的 Nicholas White， 在整个车队的战略部署，甚至于在最后个人能力的展现，就是最后冲刺的部分，都相当的出色。不过还好，经过这么样的算是千钧一发的情况呢，这个 Ryan 还是保住了黄衫啊。其实他们在最后冲线的时候，也是有卡到比较前面的位置啊。但是整个车队的战力的消耗，我想在最后5公里之前，几乎已经耗得差不多了。那个海市蜃楼都还看到圣乔治的选手已经燃料棒用尽了。因为今天的天气状态真的是跟前2天比较起来是炎热不少哦。那在遇到这些，接下来天气只会越来越炎热，要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挑战？相信也是各队的一些想法跟计划。那当然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非常精彩的环台赛，今天第3站。那明天我们将要到国境之南的屏东，相信天气可能会更炎热。然后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有送给大家小熊，对，这个蓝山小熊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留言，要赶快在等一下结束之后就没有机会了，要到这个我们官方的脸书粉丝团上来留言。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观赏，以及非常谢谢寿珍哥来帮我们做讲评。那我们明天第4站屏东站再见喽，拜拜，拜拜。